海贼王中的贝利和物价。在新世界，很多海贼的赏金动辄上亿、几亿贝利，再往上十几亿、几十亿贝利。不过海贼世界里日常生活的物价并不算高，属于正常范畴。除了空岛的伊克，也叫爱古斯币，和之国以金银等硬通货的铸币外，大部分地方的通用货币就是贝利了。贝利的面额分为1万、5000、1000面值的纸币和500、100、50、10、5、1面值的硬币。从太古玉集等纸币上人物名字来看，贝利其实就是日元，所以悬赏55亿多的海贼王罗杰换算下来也只有区3亿元人民币。那接下来就看一看海贼世界里的物价水平。如果你有50贝利，约合3块钱，可以在瓦波尔落魄的时候在他那儿买一个玩具。如果你有100贝利，约合6块钱，可以买到一份报纸。娜美当时嫌弃报纸涨价了，不过送报欧在大海上卖报也不容易，运输成本很高，可以接受。而且报纸里通常会夹带及时更新的悬赏令，相当于买海报送杂志了。在南海的一个集市里，一根茄子也是100贝利。说到这个，难免想起悬赏100贝利的可怜乔巴，他的悬赏价值就等同于一份报纸或者一根茄子。在很多海贼游戏中都是默契的，首充6块送乔巴，100贝利等于6块等于乔巴，这似乎有意无意的已经成了一种共识。乔巴真的栓 Q 了。另外100贝利还可以让哈雷达在干旱地区降一次雨，只是他一开始开价是1亿贝利，约合520万元，因为那个地方很贫穷，所以善良的大爷给他们打了个折扣，6块。再往上，山治采购食材的时候，一颗新鲜的卷心菜是150贝利，约合8块钱。如果有500贝利，约合26块钱。斯摩格赔给小女孩一枚500贝利的硬币，让她去买一个5层的豪华冰淇淋。小巴的自助美味章鱼烧，每人500贝利，可以吃到撑的走不动道。在香波地租一台泡泡脚踏车，一天500贝利，可以说很划算了，主要是很好玩。但是如果要买一台，是1万贝利，约合520元。当时受老板引诱，路飞吵着要买，被小巴劝阻。泡泡车不同于威霸，出了香波地的气候范围就没用了。在路飞名人联动的餐厅里，500贝利可以吃一份咖喱饭，其他的还有从1块到30块不等的食物。还有1贝利等于1万空岛一克，当时甘福尔一声救命哨子是500万一克，也就是500贝利，约合26块钱。甘福尔玩一次命收你26块钱，对蓝海人的购买力来说，这纯属助人为乐。如果有1000贝利，在水之都可以体验双人布鲁船，当时路飞他们租了2艘，一艘的租金是1000贝利，约合52块钱。如果有1万贝利，可以去买一件相扑熊猫的 T 恤，约合520元。相扑熊猫是东海乃至4海知名的流行品牌，比如娜美的 T 恤、微微的包包都是这个牌子，起步价就是1万贝利。再往上，慈古岛时期被路飞穿丢了一个袖子的那件棉衣，娜美当时花28800贝利买的，约合1500元。不过娜美要求路飞要3倍赔偿。一本松的武器店里，一把相对普通的刀是5万贝利，约合2600元。阿龙在村里收保护费，一个小孩也是这个价。娜美的幸福之泉明码标价10万贝利，约合5200元。阿龙在村里收保护费，一个大人也是10万贝利。妖刀3代鬼彻真实价格100万贝利，约合5.2万元。像河道一文字等的大快刀21弓，至少1000万贝利起步，约合52万元。听起来好像不是想象的那么价值连城，毕竟刀这东西还是得靠合适的主人把它的价值发挥出来，这个就不是金钱能衡量的了。然后是人口贩卖价格表，从人类到鱼人，从50万贝利，约合2.6万元，到100万贝利，约合5.2万元不等。而男性巨人族高达5000万贝利，约合260万元，女性人鱼族高达7000万贝利，约合365万元。凯米更是被天龙人开出5亿贝利，2600万元的高价。当时路飞天天捅娄子，才达成了3亿贝利的赏金，到头来还不如人家摸了条鱼金贵。可见这帮人不会发不出悬赏金，因为他们是真的有钱。如果有1亿贝利，那可以买一个恶魔果实盲盒，这是大多恶魔果实的价格，约合520万元。因为如果没有看过恶魔果实图鉴，这真的就等于是开盲盒一样。从空岛下来，路飞他们换了3亿贝利，约合1500多万元，爆发了一波。在梅利号大限将至的时候，冰山他们给了路飞一份价格表，其中比梅利号大一些的二手船的价格也不菲，需要将近1亿贝利。而如果肯出全部的3亿贝利，水之都可以为其打造一艘最新式的大船。以上哪个选项都没有达成，其中2亿开局还被抢了，但最后无疑还是大赚。光宝舒亚当的黑市价格就是2亿贝利，约合1000万元，这还只是木材材料费，还有其他材料、设计、人工成本等。桑尼号仅仅只是造价都远不止2亿贝利。路飞最后一场宴会把剩下的1亿贝利也干进去了，一顿饭500多万，属实牛皮。已知出价最贵的果实，手术果实50亿贝利，约合2.6亿元，差不多等于白胡子的赏金。已知开价最高的交易，明哥逼迫德雷斯罗萨利库王凑齐100亿贝利，约合5.2亿元。以上就是海贼世界里大概的物价情况了，在2年前时期就已经架构完善了，也属于是海贼世界观里的一部分吧。海贼王里那些令人迷惑的姿势，在海贼王里会发现有些人的习惯性姿势非常接地气，比如路飞经典的亚洲蹲。而比亚洲蹲更多见的是，很多人都有翘二郎腿的习惯，多到这都可以说是一种二郎腿文化了。很霸气的场面就是三大将在顶上战争登场的时候，赤犬和黄猿自然的就翘起了二郎腿，就因为显得不合群的青雉没翘二郎腿，所以赤犬心怀芥蒂，后来就断了他的腿。但是青雉真的不翘二郎腿吗？青雉明明也翘，腿没了知道翘了，显然青雉当时纯属就是看不惯赤犬。除了大将，其实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
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胖的瘦的，也包括草帽团众人。其姿势大概可以分为低调含蓄型和张扬嚣张型两种。要说谁最能翘二郎腿，倒还不是大将，而是罗。罗的二郎腿才是翘得飞起，刚登场的时候在翘，躺着休息的时候也在翘。不得不说这样是很舒服，但时间长了腿容易麻。在回忆里，罗宾和罗两个人是比着翘，甚至吊在山治肩上的时候还在翘。那罗站着的时候总不能翘了吧？不，罗站着的时候也会战士二郎腿。还有一些恶魔果实能力者的一些招牌动作，比如罗宾的花花果实、明哥的线线果实、福克西的迟缓果实、女帝的甜甜果实、罗的手术果实等等吧。理论上这些手势都是自创的，不过屏障果实有点特殊。最奇怪的是，两任屏障果实的使用者都用了同样的手势。黑炭禅丸和巴托洛米奥甚至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正当很难不怀疑这玩意儿是不是有使用说明书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细思极恐的细节。巴托曾经说过，手指打结张开防护网是他童年就知道的。那加上黑炭禅丸曾经确实有侨居和之国海外的经历，这如果是关于屏障果实手势的伏笔，那这个伏笔就太细了。还有3种姿势，模仿难度虽然不高，但是需要莫大的勇气。一个是弗兰奇的经典姿势，但是如果在大庭广众之下只穿一条内裤或者什么都不穿，还能做得如此舒展，那应该是很少有人能模仿的了。毕竟这比的就不是柔韧性了，而是脸皮。第二个，女帝的王之蔑视，蔑视程度直接是头都仰到后面去了。这个姿势除了需要极强的柔韧性，不然一不小心就会闪到腰。主要是这种门户大开还看不到正面的姿势，感觉会很没有安全感。第三个，明哥的走路姿势，这个六亲不认的走姿模仿出来也许不难，但是真要走在街上可能会挨打。还有一些姿势模仿难度很高，布鲁克45度倾斜，这个看起来应该没有那么难，实际上不借助工具的话，很难保持像布鲁克这么规则的三角形。虽然是很无厘头的姿势，但却能帮助布鲁克自娱自乐，缓解孤独。2年期间，他还尝试过把难度提高到40度，但好像失败了。路飞用脚鼓掌，用脚鼓掌倒是不难，但是路飞这招还有进阶版，在表达兴奋高兴的时候，路飞就会扶着什么东西小蹦起来，而且2只脚掌要合十连续蹦跶，这个好像真的挺难的。萨博的龙爪拳，食指和中指并拢，无名指和小拇指并拢，尽可能的张开空间，而且手指还要向下弯曲，模仿出龙爪的形状。做不出来这个姿势，刻意模仿的话，感觉手都要废了。维奥莱特的手势，他使用蹬蹬果实的手势，不得不说很反人类，2只手摆出类似 OK 的手势，然后还要将手翻转贴到眼睛上，除非拥有路飞那种可以随意翻转躯体的橡胶体质。索隆的3刀流奥义需要把刀给转起来，而这个牛顿看见也得默默躺回去的姿势，甚至难倒了真人剧，因为索隆是用手指转笔一样转刀的。看来索隆不光咬合力惊人，指力也了得，能做出近海之王和果实能力特效的真人剧。面对索隆的3刀流，直接用起了最简单粗暴的解决办法，上胶带。山治的踢击串烧，这个姿势首先需要一字马的功底，当然一字马通过训练可以获得，对山治来说更是基本功。但是串烧这个技能的发力很诡异，是战士一字马，然后还要在空中旋转，像转子一样向下攻击，同时稳稳落地后还保持王子的优雅，可以说是模仿不了一点。每次更新赏金后，草帽一伙各自的心理状态。每次更新悬赏令后，草帽海贼团真的是几人欢喜几人愁。当然，其实他们大多数人对自己的悬赏令的心态并不是没有变化的。首先，赏金的概念在路飞的认知里，就相当于是头上的经验条，这些数字就不断暴涨的经验值。首次悬赏3000万的时候，路飞就很开心。虽然这次只悬赏了路飞一人，但还有2个人对此反应强烈，乌索普和山治。其实乌索普很怕自己被悬赏，但这次很特别，他并没有自己的悬赏令，却在路飞的悬赏令上免费蹭了一个后脑勺，因此沾沾自喜。山治相反，因为乌索普的炫耀，山治自己又没有被悬赏而在生闷气。第2次阿拉巴斯坦，路飞1个亿，索隆6000万。这一次是在准备登空岛的时候，悬赏令信息是黑胡子展示给他们的。后知后觉，路飞一如既往的炸裂高兴，振臂欢呼。索隆也是非常开心，并说道：“才6000万贝利啊，还不够吧？”看来索隆自信中还带点小不满意呢。山治觉得这次应该有自己了，让乌索普好好看看。结果这次依然没有，山治很失望。司法岛结束后，草帽一伙全员有了悬赏，这次就精彩多了。路飞飙到了3亿贝利，这一次路飞更加的开心。索隆1亿2000万，依然稳重自信的扬了扬下巴。罗宾8000万贝利，只涨了100万的罗宾对此可以说是毫无波澜。山治、娜美、乔巴他仨直接崩溃。首先山治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悬赏令7700万，可这并不是山治想要的。路飞还安慰山治，第一次拿到这个数的赏金已经很棒了。路飞不知，相比于赏金，山治更想要一张起码正常点的肖像，以至于不会沦为全世界 lady 的笑柄。娜美1600万，作为胆小组的主力，显然他承受了他这个心态不能承受的压力。但是娜美的照片都是被当写真片拍的，照片好看也算是心理上的一点慰藉。乔巴50，就像乔巴吐槽的，我也像个勇敢的海贼一样去战斗了呀。确实，乔巴命都拼了，到头来连个棉花糖都换不了。乌索普当时不在场，但可以想象乌索普先是惊讶，然后就会长舒一口气，因为悬赏的是狙击王，关我乌索普什么事儿？再就是戴着面具，鼻子上缠着绷带，起码没有被通缉到真实长相。不过乌索普还是低估了自己鼻子的辨识度。弗兰奇4400万，弗兰奇当时不在场，不过他也属于喜欢涨价的狠人。在渔人岛，霍迪琼斯展示了路飞顶上战争后4亿的悬赏令，显然霍迪的话路飞是一句没听进去，只是高兴自己的身价又涨了。得岛期间，因为乌索普的操作，明哥把巫神单拎出来悬赏5亿，直接是不光把乌索普吓傻，所有人都傻了。对于乌索普来说，越不想要的名气反而越能沾上。得岛结束后，由小迷弟公布大家的最新官方赏金，
路飞5亿贝利，路飞一如既往的庆祝。索隆3亿2千万，索隆淡淡一笑，问有酒吗？看来索隆对自己的赏金还比较满意。罗宾1亿3千万，罗宾倒是轻描淡写的调侃，讨厌，涨了呢。其实罗宾的心态一直稳的一批。弗兰奇9400万，弗兰奇有点不高兴了，一是扫兴，差一点就过亿了，二是吐槽照片居然是弗兰奇将军。乌索普2亿，乌索普对此依然是很矛盾的情绪。吓人的是，赏金一下涨了这么多，居然还是正脸，但他其实很高兴，只是吐槽照片不是拍的特别好。这下倒是让弗兰奇的心态更不平衡了。山治、乔巴、纳美、布鲁克因为先去了左屋，并没有给出反应。不过想必山治的心态会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他能猜到只许活捉里面的危险端倪。蛋糕岛之后，路飞和山治的赏金更新，不过最被搞了心态的是路飞，不再是一如既往的兴奋，因为少数了一个0，以为自己的赏金降了，差点丧失了对冒险的信心，就等于是辛辛苦苦练起来的号说封就被封了。还好船上有时数的，不过海军可是差一点就掌握了兵不血刃打败路飞的诀窍。山治的3亿3千万赏金，那必然是过年了。但是呢，好消息赏金比索隆高，坏消息名字前面加了文斯莫克，可以说是悲喜交加了。和之国结束也就最新版悬赏，路飞4皇加30亿的悬赏，这表情显然尼卡后遗症还没有消失。乔巴暴涨10倍，但他的心态很复杂，虽然涨幅最大，但总感觉和伙伴的差距越来越大。娜美这一次心态倒是不怕了，因为财迷的最高境界就连自己的赏金都眼馋，再涨的话怕是要去自首领钱了。布鲁克虽然年轻时就被悬赏了，但还没见过他的反应，看来他也对赏金上涨很高兴。弗兰奇的悬赏令，第一次是自己，第二次是弗兰奇将军，勉强说得过去，这一次直接就是桑尼了。悬赏自己的悬赏令，赏着赏着自己人没了，弗兰奇心态濒临崩溃。乌索普这一次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涨的真的扛不住了。民歌版悬赏令已成现实。罗宾和索隆是从头到尾最稳的，罗宾是完全没有在关注自己的悬赏金，而是在专心喂乔巴棉花糖。索隆稳重之余还不忘嘲讽山治，这下好了，7号之外又有了4号的外号。盛平除了有点懵逼，倒也很平静，毕竟元气无害。山治嘛，他的悬赏令真的是没有一次能让他好好高兴一次的。不过倒是期待这一次山治的照片有没有变，帅气一点的话，那兴许还能平衡一下心态。海贼王里那些无处不在的元素，说到哪里都有它，那必然少不了海贼王里谜一样的存在——熊猫人。熊猫人在里面经常混迹于海贼、海军、路人，甚至小商小贩中，不管刀山火海都有他的身影。某种层面，熊猫人比海贼王还牛逼，因为上到万米空岛有他，下到海洋万米也有他，铜墙铁壁的推进城里有他，与世隔绝的和之国也有他。他还参加过顶上战争，欺负过小时候的多弗朗明哥，而且熊猫人还有悬赏令，虽然只有333万3333贝利，但总感觉熊猫人在海贼王世界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在女儿岛还曾经出现过一只女熊猫人，她叫人美，是熊猫人的心上人。除了熊猫人，还有个和之国迷之木匠老头。弗兰奇进入和之国后，在他手底下干活，不过这个木匠早在第1卷其实就登场了，他看到坏的门就会忍不住上去修，据说被山贼王踢坏的门就是他修好的。随后出现在罗格镇的街道上，还和山治搭话，然后他又出现在千年龙篇送行的人群中，在慈古岛也有他，当时正在修被朵莉尔姨娘锤坏的门。很久很久之后，老大爷终于混到和之国了，这也是个牛逼的神人。相扑熊猫和犯人牌这2个海贼王里的潮牌，犯人牌的创始人帕帕古，他的衣服 logo 有2种，一个是带疤痕的猩猩，一个是人鱼剪影。这个品牌在愚人岛自然是家喻户晓，人鱼凯米、章鱼小巴，还有愚人岛很多居民很多人穿，还有白胡子海贼团的一个愚人队长也在穿，其影响力也是名扬四海。其实草帽团早就和犯人牌结缘，路飞的泳圈，索隆的 T 恤，到了愚人岛开局没多久，草帽团就把帕帕古的店给收刮干净了。此后草帽团自然是更多的穿上了犯人牌衣服，也不止一次在大扉夜里集体穿上这个牌子的时装。另外司法岛之后，卡利法在小镇里购物买的新衣服也是，然后是东海走出来的相扑熊猫牌，同样是名扬四海的高端时装。相扑熊猫比犯人牌出现的更早，很早的扉页里，娜美的吊带、薇薇公主的包包都是这个品牌。索隆慈古岛时期的长款冬装上面有 DKP 的字样，正是相扑熊猫的缩写。当然这个牌子的产品经营好像很广的样子，还有这个牌子的碗和睡帽以及足球。小巴和凯米也用过相扑熊猫的围裙，而且相扑熊猫的实体店还开进了德索罗的黄金城里，一整个富丽堂皇。在愚人岛帕帕古的一番话，犯人牌和相扑熊猫似乎还存在相当激烈的竞争关系。在愚人岛那自然是帕帕古的主场，奇奇怪怪的生物在任何地方几乎都可以看到这些物种，它们像是被裁缝拼接过一样。比如在陆地上可以看到咯咯狐、公鸡一样的狐狸，还有狮子猪、兔子蛇等这样的。在海里还有海王类，它们可以长得像牛像马，可以说是长得非常随机了。报纸作为海贼世界里为数不多获取信息的渠道，除了空岛和和之国这样的地方，几乎每个角落都可以在送报海鸥那里买到一份报纸，甚至在推进城里的民歌都可以拥有看报纸的权利。在上面可以看到朋友亲人，甚至一些掉线很久的人的一些消息，甚至扉页故事也会刊登在上面。但是因为世界变化太快，报纸上的内容也是一天比一天离谱，要不是亲眼所见，一定会觉得这些都是假新闻。就比如民歌，然后是悬赏令，那有报纸的地方，悬赏令更新后也会随报纸传播向世界各地，亲朋好友也会更直观的看到他们阔别已久的变化。但是干巴巴一张照片通常也会引起一些误会，像路飞这种照片变化小的还没什么。弗兰奇的悬赏令，德岛时期变成了弗兰奇将军，冰山他们看到后就已经在默默感叹，弗兰奇你终究还是不打算当人了。
这一次弗兰奇的悬赏令直接变成了桑尼，可以想象这操作在冰山他们那里最后是有多变态了。海贼王里有哪些锦上添花的原创片段？说到原创剧情，通常是不咋地，也确实是，就像是给蝙蝠王加戏一拖二路飞索隆，直接弄出来个六皇，现在更是光污染严重。不过以前很多原创剧情还是有东西的，甚至能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384集布鲁克的大奋斗，这一集完全是原创片段，讲的是布鲁克刚加入草帽团的心路历程。刚上船的布鲁克非常想帮助大家，想融入大伙，只可惜老是帮倒忙。这个原创剧情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布鲁克算是比较晚加入的，越晚加入就越比较难适应，再加上布鲁克曾经失去过伙伴，刚刚认识新伙伴，难免有些迷茫和拘谨。不得不说，这个原创还是很细腻、很真实的。但是伙伴们并没有嫌弃布鲁克，反而罗宾跟布鲁克讲了自己以前同样有这种心路历程。路飞更是什么也不在乎，认定你了，你就是伙伴，快来吃饭，大家都在等你。而布鲁克也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定位，用音乐给大家带来放松和快乐，特别温馨的一集。而到了778集，加洛特参观桑尼号，同样是原创片段。这个时候，曾经手忙脚乱的布鲁克，现在已经成了轻车熟路的老管家了，带着兔子参观，很有可能就是有意为之。曾经被老人带的那个新人，现在也成了带新人的那个老人，这种前后对称呼应的感觉就很棒。其实，在羁绊上锦上添花，这还真是动画组的强项。在漫画中，艾斯和路飞他们的相见非常短暂，艾斯上了船，给了路飞生命卡后，说了那句话，很快就走了。而动漫中，从第95集到101集，艾斯跟着草帽一伙冒险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艾斯一直在默默地考察着弟弟的伙伴们，直到离开前把生命卡给了路飞。在这里又郑重地对草帽一伙说出了那句：“有个笨蛋弟弟，做哥哥的很担心啊，你们也拿这家伙没办法吧？不过拜托你们关照我弟弟。”感觉就不一样了。等路飞再看去，艾斯已经消失在了夕阳里，这个夕阳就很传神了。司法岛篇末尾有3集原创剧情，其中318集索隆的家务活闹剧和319集山治与迷之老头的超美味料理都挺好，非要选一个，那就是山治的这一集，讲的是山治遇到了一个隐藏大佬厨子，跟他学习料理秘诀的事情。其实故事无所谓，主要是山治超级温柔真挚的内心情感。因为山治平时给大家做饭，看似是职责所在，但山治内心实则有更完美的追求。在这一集中，山治不惜下跪，也要请教老大爷用的是什么特别的盐，才能让饭菜这么美味，并说道：“季桑，我负责这一伙人的厨房，随时都想让伙伴们吃到最好的料理，拜托了。”山治作为一个顶尖厨子，为了伙伴也在不断学习和成长，这种厨师精神就很值得敬佩。当然，除了这种比较优秀的原创剧情，还有就是一开始觉得拉垮了加戏，后来觉得很巧妙的片段，比如开局在海军基地，索隆给路飞指路的原创片段，说路飞方向走反了，可是索隆明明是个路痴啊。但后来发现，索隆还真的没少遇到给人指路这种事儿。一次在香波利群岛问天龙人要不要问路，一次在德岛大将藤虎向索隆问路，还有顶上战争鹰眼秒胜平的原创片段。因为鹰眼在顶上战争的表现过于划水，实力存疑，以至于让人觉得鹰眼的实力不至于压胜平那么多。尾田都不敢画，动画组是真敢呀。不过后来鹰眼赏金35.9亿，比肩4皇。再看胜平秒莫利亚，鹰眼秒胜平，问题也就不大了。这些时间跨度很长的原创，就觉得动画组这随便加了一笔，弄拙成巧了，还是真的是顶级见闻色，预见未来了。不过动画组平时肯定也会和尾田沟通，即便动画原创尾田不点头，估计也不会乱加。当然海贼王里还有很多以篇章划分的原创剧情，其实大多都一般般，可看可不看。但从106到206集的海军要塞篇还可以，剧情比较紧凑，草帽一伙各自展示自己拿手专业，海贼和海军都不傻，见招拆招，斗智斗勇。还有就是关于梅利号快撑不住了和船精灵的伏笔也在其中，水准比较高。虽然总体来说原创剧情的垮点依然是多于亮点，但有些地方确实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包括漫画节奏本身就比较紧凑，草帽一伙很多日常生活的温馨片段都出自动画原创，只要是不魔改战斗片段，其实原创剧情还是可看的。草帽一伙的真实性格，乌索普老嫂子说乌索普是老嫂子，不光是他跟船上所有人都能玩到一起去，还有他和娜美罗宾两个女生的关系处得非常融洽，既不会像索隆那样油盐不进，也不会像山治那样进得太多，非常会捕捉女生的心理，平时遇到什么事儿也是啰里吧嗦一套一套的。在第281集的片尾小剧场里，草帽一伙变成了大婶，只有乌索普大婶是最传神的，他那个一边聊天一边摆手的姿势真的是和他老嫂子的性格极度匹配了。索隆大冤种，索隆有时候高冷有时候机智，不过这都是表象，索隆最擅长一本正经的搞笑，因为索隆不仅能把别人带沟里，他也会被别人带坑里去。路飞乌索普找索隆玩捉迷藏，索隆嘴上说你们几岁了，但是当乌索普用激将法激索隆的时候，索隆就被带沟里去了，被迫营业跟他俩在那追逐打闹。索隆表面上再怎么不食人间烟火，也掩盖不了他傻乎乎的本质。山治柠檬精，山治不愧是草帽团醋王，以前吧山治经常跟索隆攀比赏金，现在又多了一个让山治秒变柠檬精的慎平。一是慎平来了之后收获了娜美的热情拥抱，山治酸了；二是在鬼岛慎平占了山治的指挥权，山治酸了；三是最后慎平赏金还压了山治一头，山治酸完了。所以在弹尖岛，柠檬山治不惜技术和小1万同款的人妖拳法，也要怒踹慎平是天使，以为山治仅仅是为了保护娜美吗？山治表示抢老子3号位置早就想踹你了。路飞小屁孩，不管路飞外表如何成熟，内心依然是个孩子，从小到大路飞很多地方都变过，就是爱撒娇这一点没变。不过路飞身边既有宠他的男人，也有宠他的女人，能让他开开心心当一辈子孩子。罗宾腹黑姐姐
表面上罗宾温柔知性、善解人意，真的是完美姐姐类型。但是当罗宾想搞你的时候，那也绝对不会嘴软手软。首先就是在合适的时候，一本正经的说出非常血腥恐怖的话，不会咒死人，那也会把人吓得够呛。罗宾下手也是非常狠的，一面温柔体贴，一面又很会欺负人，这大概就是罗宾了。另外，罗宾有时候的审美也很奇特，他会对他喜欢的生物说很多次卡哇伊。罗宾最可爱的地方就是他这种莫名其妙吧。娜美野蛮甜妹，娜美有脾气是真有脾气，不过这种强势和她的人生经历有关系，谁内心还没有个甜妹心呢？娜美为了友情可以分享，甚至放弃财宝，为了友情也可以掩盖自己的伤疤。不过当娜美抱住路飞的时候，突然感觉娜美平时伪装的太过入戏，她好像也忘了自己有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个值得依靠的人。乔巴宠物，虽然乔巴很想成为一名勇敢的海贼，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不过乔巴真正的性格其实还是只宠物，乔巴可能自己都意识不到自己就是只宠物。乔巴单纯，比路飞还单纯，极度好骗，内心非常渴望伙伴们的需要。但是路飞、乌索普这俩坏蛋，除了会把乔巴当鱼饵或者储备粮，不会干别的。只有这种时候，还有自己被当成狸猫的时候，乔巴才会变成乔胡子。弗兰奇，变态真男人。弗兰奇里里外外都是个变态，好像都不需要解释。不过弗兰奇身上除了有男人的浪漫，也有真男人的意志。在和塞纽尔进行了男人的对决中，两人默契的互不躲闪，拳拳到肉。塞纽尔在使用必杀技未能击败弗兰奇后，便坦然认输，站立接招。弗兰奇将其击败后，也是帮塞纽尔抹去了眼泪，说以后有机会再喝酒叙旧。弗兰奇的变态本来就已经很耀眼了，但是更熠熠生辉的是他俩之间的承诺和共情。布鲁克，老顽童，作为草帽团里最年长的，本以为草帽团里多了个爷爷，实际上又多了一个儿童，一把老骨头了，但身手挺灵活，还有很多奇特方便的小技能，甚至有时候带点不正经的猥琐。毕竟能和路飞有共同语言并加密通话的人，能老到哪儿去呢？慎平，老实鱼，慎平的各种资历可以说是草帽团里最雄厚的了。以前还疑惑慎平的老大架子能不能融入草帽团，不过实际上慎平的老实呆萌的性格，顶上战争的时候就有点暴露了。而且慎平的反射弧有点长，很多事情上来他会很懵逼，遇到伙伴吐槽自己的时候也不会顶嘴。在山治因为慎平赏金高过自己而变成柠檬精的时候，慎平还问索隆：“哎，怎么事儿？山治这咋了？”慎平是真不知道，但显然这对山治的侮辱性更强了，就比较搞笑。所以其实每个人都有端着的性格，但当真的遇到值得信任、无敌可靠的伙伴的时候，大家真实的性格自然而然就毫无保留的流露出来了。全能音乐家布鲁克啥都会一点。布鲁克在船上担任着一份优雅浪漫的职位，似乎不需要干什么体力活。不过平时布鲁克完全可以帮到任何职位上的伙伴，非常全能。首先是管理经验，草帽团还真不缺跳槽船长，慎平是正儿八经的当过船长，乌索普那个陆地船长也勉强算当过吧，而布鲁克也当过代理船长，当的怎么样先不说，起码平时老不正经认真起来，也有一些带兵经验和管理能力。没这个心，但不代表不会。然后是高频战斗员，布鲁克应该是除了主力几个人之外最能打的了，既有剑术也有果实能力。布鲁克的战绩有输也有赢，不过都很高光，毕竟他的黄泉果实真的蛮厉害的。在和之国没有明显加强的布鲁克，到后面应该还会有更高光的时刻。航海士候补，在去万国的路上，路飞一顿随心所欲咖喱把一船人给干崩溃了，那只能是娜美去做饭，海图就交给了布鲁克来看。娜美起初还怀疑布鲁克会看嘛，布鲁克说没问题，就交给我吧。之后草帽团绕开了监视网，也到达了蛋糕岛，布鲁克还是有一些航海才能的。第二舵手，去蛋糕岛的这一段路，布鲁克不光要看海图，还要掌舵前行，因为路飞掌舵被布鲁克吐槽技术太烂，把舵轮都给干着火了。其实感觉草帽团里标船技术最好的是慎平无疑，第二阵容就是弗兰奇、娜美和布鲁克。在德岛也是布鲁克掌舵，躲避大妈海贼团的追击，完成了路飞的命令，小分队先行前往左屋。当然布鲁克也会开很多载具，比如船坞系统里的鲨鱼潜艇，布鲁克开的最多，手拿把掐相当熟练。船匠辅助，平时修船这种事情都是弗兰奇大包大揽，而布鲁克虽然不精通这行，但是给弗兰奇打下手也是常有的事儿。刚上船那会儿还帮弗兰奇搬可乐桶，力气还不小，只不过布鲁克拿成了酱油了，现在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历史学家的好帮手，布鲁克本身就足够有历史，毕竟罗杰都只能算个新人。作为历史正文收割者的布鲁克，在蛋糕岛印出来了3张历史正文，其中一个还是红色路标，惊呆现场所有人。罗宾如果能看到历史正文会非常高兴，只不过罗宾当时不在现场，不然的话罗宾高低得奖励一下布鲁克。完事布鲁克倒是收到了娜美的奖励，也非常好。狙击手的弹药，布鲁克打奥兹的时候有一招叫雷鸣剑革命舞曲突进去，自己作为子弹，配合罗宾的能力，娜美的雷电和乌索普的巨大弹弓弹射出去，直接刺穿了奥兹的肩膀。这颗特殊的弹药威力也很强大，副作用是被雷电给电到，反正布鲁克也不怕雷电。第二个骑士，山治曾经的定位主打一个骑兵和保护女士，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不过后来山治有更多的事情要去做，也要打一些硬仗，所以布鲁克有点补上这个位置的意思。蛋糕岛布鲁克是各种出其不意，和之国又充当罗宾的护花使者。船医的最爱，在医术上布鲁克不太能给乔巴帮上忙，但是对医生来说不添麻烦就是帮大忙。希鲁鲁克和乔巴的愿望都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生病，那就太好了。恰好布鲁克就是这种体质，乔巴都不需要给布鲁克看什么病，因为布鲁克根本就不会死，因为他已经死了。布鲁克最脆弱的也就是骨头了，可惜这也只不过是一口牛奶就补回来的事儿。另外布鲁克也是一名合格的导游，兔子上船参观的时候，布鲁克绅士的轻车熟路，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带其参观。想当初布鲁克刚上船的时候笨手笨脚，想帮忙却搞砸了很多事情，感觉自己很没用。
对此，路飞只是说：“我已经认定你了，你可以加入。比起这个，赶快来吃饭，大家都在等你呢。”在伙伴的包容和鼓励下，布鲁克感到很舒服，很有安全感，也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如今他可以帮伙伴做这么多事情，做到了最好的自己。草帽团娜美搞钱的8种手段。草帽团早期一穷二白的时候，大多费用都用在了路飞的伙食费上，经济非常困难。不过就算这样，草帽一伙平时还能有点零花钱，绝对离不开娜美的搞钱和管钱能力。首先就是偷树，不用多说，这小贼猫的老本行，号称海贼专偷，小小年纪就从海贼手里累计偷到了1亿贝利，名副其实的小富婆。最后娜美离开村子的时候，把1亿贝利全数留给了村子重建。但是来而不往非礼也，临走时娜美顺走了全村人的钱包，钱可能不多，但也能作为草帽一伙的启动资金了。2. 福利骗，单纯的骗术也许会容易识破，但娜美太会利用自身的优势了，往桌子上俯一下身子，再给对方挤眉弄个眼儿，这时候很多人就沦陷了，还以为自己得到了什么福利，结果娜美才是最大赢家。最开始骗巴基的3个小弟，3个大聪明本以为财色双收，结果被娜美给换家了。再来个航海士的天气预报，让3人血本无归。要没这卖拐的本事，小贼猫怎么能8年1亿贝利呢？3. 涨价的幸福之泉，阿拉巴斯坦遇事，娜美一招幸福之泉，堪比霸王色，秒杀全场。只不过当时是明码标价，每人10万贝利，而2年后，随着娜美身上越来越有料，幸福之泉的价格也水涨船高，目前已经涨到了30万贝利起步。大多时候都是草帽团内部限定，不怕你现在没钱，从零花钱里面扣。4. 赌钱，一般跟娜美说到竞技类游戏，娜美都很蔫儿，但是只要说到有奖金，娜美可就不困了。威士忌3封赌酒，娜美说人家是女孩子了，喝不多呢。管家说有10万贝利奖金，娜美说来。娜美火力全开，索隆喝到第10杯的时候，娜美已经第12杯了。长相和酒量不成正比，娜美平时也不怎么打牌，但是不打并不代表不会，只要玩钱，娜美瞬间化身赌王。5. 高利贷，索隆这种人为什么会听娜美的？还不是因为一开始借了娜美的钱塞进去了，借10万还30万，1分没用也得还，暂时没钱可以，那就给娜美当牛做马。早期的索隆只能是听从娜美的指挥，脏活累活索隆都干，差点给索隆逼疯。2年后，按说欠的钱早就从索隆的零花钱里面扣完了，但索隆还会下意识的娜美让干啥就干啥，看来这种命令已经是刻进了索隆的 DNA 里。娜美一下命令，索隆的身体就不听自己使唤了。6. 砍价，每到一个地方，娜美都会买一大堆衣服，当然这里面除了自己的，也包括大家的休闲装。一般来说，这种消费力度早就入不敷出了，可娜美跟店家直接就是往1折上面砍。愚人岛帕帕古为了报恩，答应娜美他们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免费送。帕帕古肯定是想着诚意到了就行，就算给很多，谦逊的草帽团肯定也不会要。结果娜美他们就把人家的店给搬空了。帕帕古还是大意了，他们可是海贼啊，店主答应可以抢劫，那不要白不要。7. 谈判，娜美的谈判与其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威胁。在跟管家谈判保护薇薇公主的时候，娜美坐地起价，开价10亿贝利。娜美自己一人肯定接不了这活，但娜美当时可以靠高利贷调用索隆干活，真是拿捏的恰到好处。不过阿拉巴斯坦结束后，娜美并没有要这10亿贝利。在死亡尽头的冒险中，娜美向酒吧老板询问在此地赚钱的办法。娜美的话语虽然尽显可怜之意，可字里行间透露着我们是一伙穷凶极恶的海贼，要么说要么死。这个时候，路飞、索隆他们也都默契地站在了娜美的身后。在水之都也是跟典当行老板说，我身边有个悬赏1亿贝利的海贼，你看着办吧。这一点娜美也是把己方优势运用的炉火纯青了。8. 收刮民脂民膏，草帽一伙平时的零花钱都是娜美掌管和分配。在水之都的最后，路飞用1亿贝利开了宴会，完事儿还有脸跟娜美要零花钱，娜美上去邦邦就2拳。估计路飞此后一辈子都领不到满额的零花钱了，买水水糖的钱也是借了乔巴的。在山治缺席的时候，娜美去做饭，但是一个人要付给娜美5000贝利，被吐槽零花钱一下就没了呀。后来路飞强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做饭，算了，还是交5000贝利吧。娜美做饭要钱，路飞做饭要命啊。所以虽然娜美平时会掉钱眼里，不过就说草帽团这群人，尤其是路飞，对钱没有什么概念。照着一场宴会1亿贝利这个标准，路飞把自己当了，他也不够他生活费的。说实话，这个船上没有娜美是真不行。海贼王那些有趣的最早设定。首先来看一下 CP9 的设定雏形，卡库本身的鼻子还很正常，雄狮未娶那会儿还叫阿波罗，狼人加布拉那会儿还叫夏奇因，其他人在形象上没有太大变化，但是和草帽团的对位情况有很大调整。除了陆奇对战路飞，未娶对战乔巴，这俩没变。卡利法对战的是罗宾，猫头鹰对战的是娜美，卡库对战山治去了，加布拉对战索隆，索隆山治的对手等于是调换了，然后布鲁诺对战乌索普，这里面甚至没有弗兰奇什么事儿，看来司法岛的剧情和初期设定有很大出入，进行了很大改动。这是最早的 CP9，而最早的草帽团用现在的认知来看更离谱。最早的乔巴是有着斑马的条纹、鹿的角、驴的脸的某种奇特的生物，这长得有点异类，甚至猥琐了。主要是这只乔巴还会抽烟，现在的乔巴抽到山治的烟可是会被呛到的，这种反差感就感觉很搞笑。后来就变得比较正常了，但和现在比还是差别很大。当然还有一些 pass 掉的小设定，像是罗宾用花花果实在乔巴的后脑勺上长出了一张脸，因为过于惊悚就废了。回过来再看最早的草帽团，路飞身后有一个长相酷似黑胡子的哥们儿，仔细一看，这哥们儿原来是乌索普，狙击手的职业没有变，不过直接挂名了副船长。乌索普是副船长，那索隆呢？索隆仅仅只是个战斗员了。在更早的构想中，索隆甚至都不是草帽团的一员，而是巴基的其中一个小弟。
看来索隆在设定中也是一步一步的那么励志。接下来就是前后形象上差距很大的设定。众所周知，黑胡子海贼团的颜值是圈内垫底的。早期设定里，黑团九尾狐卡特琳娜·戴鹏却是一位大美女，会是索隆的一个强劲对手。但最后这个颜值没有被采用，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卡特琳娜·戴鹏的样子。同样意想不到的还有章鱼小八。小八最开始是个墨鱼美女剑士，会使八刀流，除了比章鱼多2刀之外，和现在呆萌憨厚的小八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还记得让草帽一伙崩溃的可可罗婆婆吗？尾田夺走了她的美貌。不过在最早的设定中，有这么一条：人鱼用水充分弄湿身体后，就能变回美丽的样子。如果这样的话，山治他们就不会强行让婆婆消失在自己的记忆中了。把路飞艾斯抚养长大的达旦，最早是一个戴着斗笠、叼着烟斗的大叔，后来变成了现在的大婶形象。有一次，达旦不是做梦梦到了自己变年轻漂亮了吗？其实达旦年轻的时候真是个美女，有点区别的是，年轻的她比梦中的她看起来更加英姿飒爽。这是尾田一直以来的恶趣味，倒也不奇怪。最早的女帝和现在也有很大差别，现在女帝是31岁，早期设定中比现在还要更年长许多，估计是足够当路飞的妈妈了。脸上还有一个蛇形刺青，有时候会戴着面纱，看起来更加冷峻一些。在动漫907集，这集的名字叫做《冒险的黎明》，这正是尾田早期的一部短篇漫画，可以看作是《海贼王》的前作。而《海贼王》正片的第1章也就采用了这个标题，只是情节改动相当大。在《冒险的黎明》里，路飞的草帽和果实都是当海贼的爷爷卡普给的，卡普还鼓励路飞出海，做海贼是很棒的。这句话居然能从卡普嘴里说出来，现在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在里面，娜美的原型是一个蓝色头发，名字叫做安的女孩。不知道在这个平行世界里，娜美会不会是罗杰的女儿呢？后来在海贼王里，卡普一开始的形象是戴着帽子抽着雪茄的海军，绰号叫做白色意外，看起来有几分神秘。白色意外这个绰号现在感觉也很适用于卡普，毕竟马尔科切实的体验到过什么叫做白色意外。以上呢就是海贼王里的一些有趣的最早设定了，因为先入为主的关系，看起来好像有点奇怪，有点新奇，不过把它们看作一种平行时空，感觉也挺有意思的。草帽团被哪些奸商给忽悠过？草帽团这一路上遇到过很多人，或许和善的气质也让很多人觉得他们很好忽悠。在罗格镇的时候，草帽一伙就遇到了不少奸商。第一个就是一家宝物店的老板，他上来就给乌索普推荐了一款手枪，据老板说这是海贼王罗杰的遗物之一。罗杰有掉落的装备那不奇怪，但是这把枪的造型和配色越看越跟开玩笑似的。他要说这是罗杰小时候玩过的枪，那可信度还高一些，而且看起来还是个残次品。但是乌索普可是忽悠界的专业人士了，他怎么有点心动了？还真是一个敢说一个敢信。紧接着索隆也遇到了奸商，一开始想忽悠索隆的武器店老板一本松，索隆不了解刀的行情，可老板识货呀，提出拿20万贝利收购索隆的河道一文字，一直加码到80万，这可是大快刀21弓，双月更三郎的杰作，就算是个高仿也不止这个价，这不是欺负索隆老实人吗？直到达斯奇进来爆出了真实的行情，起码1000万贝利，在索隆手里更是有市无价，把奸商的套路搅黄了。不过一本松也是被索隆的气场所折服，临走时3代鬼车和血走都一并送上，都没有收钱。之后索隆扬名四海后，还把索隆的照片裱在了浴室里，作为一种无上的荣耀。毕竟未来世界第一大剑豪手里拿的可是自己店里的刀啊。另外索隆比较惨，不光是被别人忽悠，还被自己人忽悠。娜美本身就是个大忽悠，索隆回去之后被欠上了娜美的高利贷。阿拉巴斯坦的金苹果1000贝利一个，一口提神醒脑，2口永不疲劳，3口长生不老。途经这里的艾斯先遇到的这个大忽悠，艾斯的回应也很帅，我对活个上千年没有兴趣，活好今天就行。老板懵逼了，是我的话术不对吗？不是，是因为没有遇到憨憨。这不俩憨憨来了，乔巴乌索普听完兴高采烈，马上就要买了，但很快娜美及时阻止，忽悠你接着忽悠。娜美多精啊！一旁的索隆可能是被忽悠多了，防骗意识已然觉醒，拉开真实的面纱，一位炼金术士正在辛苦的忙碌，原来这都是吃完倒沫子的科技与狠活呀。水之都的典当行，这里也是娜美的高光时刻。都知道鉴定师一开始给他们开的是1亿贝利的黄金收购价，看路飞乌索普的反应，感觉就算开1000万贝利，他俩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了。可是这个大忽悠万万没想到，自己骗到同行头上来了。娜美从小就跟钱打交道，还能掂量不出黄金的价值吗？一波和谐的谈判后，鉴定师改口3亿，这船上没有娜美真不行。路飞、乔巴、乌索普，他仨塑料段位的，真的是属于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那种。虽然娜美是属于王者段位，但娜美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曾经草帽一伙遇到一个推销员，他那里真是啥都有，还给罗宾推荐过能美白的肥皂。不过他看想要买些绘图纸的娜美像是个小富婆，就想狠狠地敲一笔。这些纸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天花乱坠不知道，但娜美直接来了句多少钱都照付。此话一出，全船震惊，这不至于娜美送罗拉财宝那一次。推销员这一沓纸开价居然高达4800万贝利，你干脆明抢吧。虽然娜美依然开启砍价模式，从1000万砍到了100万，不过娜美什么时候这么好骗了？此时山治站了出来，巧妙化解，二话不说把路飞给绑了，说要交给海军换悬赏，那样还能余下来不少钱。没错，看来这就是船长的正确用法了。对比这些大忽悠，想必大家更加同情明哥这样的诚信为本的商人了，因为明哥居然把真的烧烧果实放在了竞技场。虽然说明哥起初信任迪亚曼蒂能掌控全局的，但他就算放个假的，那其实也不影响他的全盘计划。钓个鱼放血本，明哥还真是童叟无欺啊！明哥走了，这个世界突然少了几分信任。
所以剧场版里的海军是来干啥的？每次看完剧场版，我都会纳闷一个问题：海军大张旗鼓的摇人过来，到底在里面干啥了？想起来了，他们每次都是意气风发的来，伤兵满营的空手而归，图啥？演员图出场费那不意外，那群4次被秒的中将就真的太高了。也不是空手，起码能勉强捡漏。从责法剧场版开始，海军的登场就成了固定节目。Z 里的海军登场很多，而且还是有点正事干的。毕竟责法是老海军大将，这算是海军的家务事。但是责法最后回心转意，放弃极端的执念，和海军做个了断，那也不是海军给他做的心理疏导。解决海军家务事的却是王路飞，海军顶多算个捡漏的。不过海军在这里还是做了一些实事的，毕竟元帅赤犬下的令，大将黄元动的手，袁大将亲自修的坟，一群中将看的戏，责法森 C 的一伙好学生嘛。到了黄金城，因为德索罗也是黑白两道通吃，还有钱，这里面自然少不了海军和政府的身影。登场的海军将领有候补大将陶兔茶屯，当然后面这俩人就没影了。还有就是当上元帅后，俨然成了办公王的赤犬，因为他每次出现几乎都是在办公室里当受气包，还劈头盖脸的让陆琪训斥命令了一番。陆琪给他要10艘军舰处理德索罗，赤犬也不甘示弱，你以为我是谁啊？翅膀硬了是吧？办公室里的气氛剑拔弩张。然后陆琪率领10艘军舰和大批海军来到了黄金城附近，陆琪还敢挂他主子的电话，看起来根本没有把天龙人的安危当回事儿，眼里只有不惜任何代价消灭德索罗的任务。毕竟陆琪一向如此。结果海军的攻击被萨博给拦住了，这一拦就是拦到了结尾。德索罗是路飞打败的，黄金城是娜美的老闺蜜开走的，留给海军的就是已经昏迷的德索罗。没错，啥又没干成，又是捡漏。到了狂热行动，这是一次明星海贼们的大集结，加上大佬海贼巴雷特重回大海，拉夫德鲁的永久指针公诸于世，海军安排了大动作，各级军官和大部队风风火火的赶来。他们不是抓1、2个海贼团，而是想将在座的各位全部包饺子，想得怪美。结果交上手之后，才知道局势根本不受控制，眼看不行了，赤犬派黄猿发动屠魔令，一群中将被巴雷特一个巴掌给秒。藤虎和索隆蜻蜓点水了一下，意思意思拽了颗陨石，还附加了队友伤害。黄猿最后跟萨博演了个双簧，8尺断大玉被火拳给没收了，海军就这样草草收场。期间也就是一直跟草帽阵营保持暧昧的斯诺格真真正正替海军发挥了一些作用，合力海贼削弱了巴雷特。一直躲在暗处的陆琪还想捡漏呢，可不是每次都有这么好的事儿。其他海军在屠魔令发动的时候就撤得差不多了，反而海贼们在魅力、战绩包括格局上全方位碾压海军。这一局海军又是办得一地鸡毛。最新的 Red 剧场版里的海军又是派大部队卷土重来，科比在里面还是有些作用的，但外面的海军只能是干瞪眼，因为面对那些灵魂活在乌塔梦幻世界里的平民，海军动手不是，不动手也不是。红发团反而在保护平民上比海军更海军，最后还是海贼们内外联手击败了灭世魔曲，海军竹篮打水一场空，还里外不是人。因为这一次海军本部连捡漏的机会都没给了，红发一个震慑全场的霸王色，五鼠跪地，铜虎收刀，黄猿汗颜，只能是灰溜溜的收工。在成就和格局上又是被海贼们给无情碾压。这几部剧场版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海军的掌控力在逐渐减弱。其实在主线剧情中，海军本部对这片大海的掌控力就已经很弱了，绿牛在和之国酱油一场，加上海军本部内部很多军官的正义理念相悖，力量拧不成一股，海军大多时候都是在现场扮演一个不知道来干啥的这么一个角色。新老四皇交替，超新星们的崛起，原本大海上的陈旧权威正在支离破碎，说白了就是海军已经管不了了，因为即将到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新时代。草帽团在敌人和自己人眼中的形象，海贼王里的著名哲学家库赞曾经说过，正义会随着立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角度，甚至是改变。库赞的话非常酷也非常赞，就像草帽一伙，虽然我们一直喜欢着他们，可他们的对手却恰恰相反。首先是在世界政府的眼里，草帽一伙永远是全员黑化的形象，基本上就是凶恶海贼本该有的印象，跟温和欢乐完全不沾边。在他们眼里这可不叫帅，毕竟草帽一伙现在跻身成为对世界政府威胁最大的势力之一。相由心生，世界政府早已透露出对草帽一伙的忌惮，而在海贼同行的眼中，草帽一伙的形象更加可怕。奥兹眼中的黑化草帽团和茶胡子海贼团眼中的黑化草帽团想必已经深入人心了，但这还不是最顶级的，最顶级的解读在大蛇玉庭翻众这边，路飞、索隆、基德、基拉直接就成了这个样子了，可怕到抽象。基德以前杀人成性不说啥了，基拉人家戴个面具也得给他变得面目狰狞，别忍了。索隆这是什么鬼？这人是叫索隆吗？你说这玩意儿他叫毒液，我感觉也不违和。然后同人画师就制作了全套的毒液版草帽团，没错，这才对味了，这才是真海贼的正确打开方式嘛。相比这些，还是写实派的海军最厚道，除了山治和弗兰奇，他们长啥样就拍成啥样，有的人还一张比一张好看。当然也有像老鼠上校吐槽把路飞拍得不像个海贼的这种，相反在自己人眼中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何止是善良，何止是帅。比如巴托和女帝的肉眼 PS， 那就可劲儿往路飞脸上加滤镜吧。女帝的还好，巴托的更甚，都 P 到失真了，帅的出油。滤镜归滤镜，还是那个原装的路飞更好。巴托眼里的其他草帽成员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也是有不灵不灵的闪亮滤镜的，可唯独山治不一样，山治的头还是他的悬赏令，真的是连巴托的神仙滤镜都拯救不了山治的长相。到了草帽团内部，在乔巴的世界里，娜美也许一直都是个男人，毕竟在恐怖3人帆船，乔巴刚进场就听到了娜美对着罗拉说，我其实是个男的，这给了乔巴沉重打击。但是 you know， 只要没人给乔巴揭露一件事的真相，乔巴就会一直那样认为。当时监护人乌索普也没有尽到责任，之后乔巴还默默地肯定了自己听到的一切，
说怪不得一直觉得娜美有一种男子汉的气概，所以至今乔巴也许还觉得娜美其实是个男人。在山治的世界里，索隆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这样的，更不是这样的，而是这样的。没错，就是一团移动的绿藻。当然索隆也不甘示弱，在索隆的世界里，山治长得和他悬赏令上的一毛一样。当时山治当着路飞的面吐槽自己的悬赏令根本不像自己，而索隆在一旁对着镜头说道：“他不就长那样吗？”气得山治已经无法表达自己心中的愤恨了。杀人诛心啊！索隆对伙伴形象的描述一直都是这么简洁准确。在愚人岛和国王军谈判条件的时候，索隆命令他们去找一个沉默寡言的女人、一个机器人、一只狸猫和一只好色河童。乔巴哭晕在厕所，我把索隆当大哥，大哥把我当狸猫。在路飞的世界里，那就变得更加形象了。像是山治，路飞就记一个圈圈眉和一个好色就完了，有圈圈眉的一律上来就喊山治，追着女人耍流氓的看都不用看，一律也是自动识别为山治。而在所有船员中，乌索普被人认错的次数也很多，但凡是个长鼻子的形象都是乌索普。卡库凭借一个长鼻子把草帽团3大主力全给晃了一把。路飞乔巴认不出狙击王的时候，索隆吐槽他俩平时到底是靠什么辨别乌索普的？靠鼻识人没错，但他俩还很容易被人给忽悠，这才是硬伤。果然啊，一件事儿一个人会随着认知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角度。总之，海贼王里很多事情好像都在表达着这一个道理。反派不仅死于话多，还死于事儿太多。对付路飞最忌讳的就是在大顺风局的情况下把路飞放虎归山，毕竟路飞有可能会在这期间饱餐一顿满血复活，或者找个老师恶补一下课程，再或者找到胜利的方法，回来就能翻盘。艾尼路败自然不是败在了实力上，而是浪。在草帽一伙来到空岛的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已经在艾尼路的掌控之下，视野全开的情况下居然能输，因为艾尼路根本没有把他们当成对手，而是几个陪玩。艾尼路甚至自己还传了个吃鸡的局，玩得可嗨了。在空岛难封敌手的艾尼路可以轻松秒掉除路飞以外的人，但被路飞打了个懵逼的时候，艾尼路意识到这个事情不大对劲了。不过雷神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控制路飞的情况下，居然把他连人带球给扔下去了。艾尼路还是太相信自己的果实能力了，最后自己制胜一招也被路飞给打散。艾尼路明白了，永远不要轻敌一块橡胶，那可是神的天敌。同样浪输的还有莫利亚，在开局没多久就活捉路飞剪掉他影子的情况下，莫利亚只顾着去复活巨人奥兹了，全然没有把路飞当作威胁，甚至再次见到路飞的时候，不仅把影子如何物归原主的方法告诉了路飞，还和路飞玩起了捉迷藏。莫利亚的优势就这样一点点流失了，于是在这期间就有了比当时2档3档还强势的梦魇路飞。当莫利亚回过神来，意识到问题有点大的时候，想用牵引来挽回败局，结果莫利亚都快被自己的能力给撑爆了，简直就是活靶子，被路飞打吐。和以上不同的是，明哥在德岛的计划和布局上并没有多浪，只是明哥并没有想到，当年在顶上战争被随意拿捏的毛头小鬼，居然成长这么快。当时明哥处理掉路飞，手拿把攥，不过还记得贪玩的明哥说了句：“放他走吧，这样今后才好玩呢。”2年后德岛才好玩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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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好玩呢。明哥自己挖的坑，把自己给玩进去了。五鼠中将说：“喜欢玩喜欢皮是吧？不要怪我当初没提醒你啊。”还有感天动地凯多老师，上面几个人完全是轻视了路飞的实力。凯多老师虽然口头上也嘲讽路飞，你想当什么王来着？但作为人生导师，骨子里有教无类的本性还在。一棒子敲晕后，还想着能把路飞招入麾下，培养成不错的战力。在所有对手里，凯多给的禁闭待遇还是相对比较好的，多少有点人身自由，干活就有饭吃，多劳多得。但是凯多老师人不狠站不稳啊。这一路上，路飞利用中场休息，从而反败为胜的技巧已经练得炉火纯青了。借此掌握流鹰算是第一个转折点。凯多也没料到自己小小的不当回事了一下，路飞后来能夸张到这种地步。所以路飞这一路的战斗经历基本上都是以下课上。那些大佬掌握着全盘优势，为啥会输？毕竟反派不仅死于话多，还死于闲事儿太多了呀。草帽团里最好欺负的船长路飞，别看路飞在敌人面前重拳出击，把那个揍飞，把这个打趴的。回到船上的路飞只能当小弟，甚至是奴隶。看起来欺负路飞真的会上瘾，虽然这源自路飞的温柔，路飞挨打越狠，说明越宠伙伴。不过路飞也确实惨兮兮的。乔巴曾经一语中的说：“船长啊，不就是那些不听指挥的家伙吗？”所以为了管教路飞，船上每个人都需要出一份力。首先是娜美，堂堂4皇被娜美关在笼子里，而且打得鼻青脸肿。同样是把同一个人关在笼子里，明哥怀疑自己当初是不是操作上出了什么问题。现在层出不穷的大离谱事件，让明哥着实看不懂了。娜美是草帽团里的海贼王，路飞是海贼王的男人，一点不假。这个世界上能把路飞打成这般模样的，只有卡普的爱之铁拳和娜美的霸王色缠绕。起初也只有娜美能这样欺负路飞，后来路飞又把索隆给惹恼了，索隆也不惯着他。草帽团的企业文化之一，船长就是用来打的。在威士忌山峰，最迷惑的路飞误会了索隆，索隆也懒得解释了，与其大打出手。在阿拉巴斯坦，路飞因为吃了奇怪仙人掌而产生幻觉，把索隆认成了老沙，两人拳脚相向。平时路飞时不时的误伤索隆，更是屡见不鲜。所以索隆最大的愿望不就是让自己的大名响彻天堂，顺便把路飞给送上去。在这期间，山治也忍无可忍了。蛋糕岛山治打路飞还真是见怪不怪，因为这不是山治第一次欺负路飞。在跟食物有关系的事情上，山治的脾气一向不好。一路上路飞老是偷吃食物或者玩弄食物，搞得草帽团早期经常闹出饥荒事件。山治通常二话不说，上去就是一脚踢飞。而且山治可以在艾斯面前教训路飞，艾斯懵逼了，草帽团的船长到底是谁啊？反正首先可以排除路飞。
要说草帽团里看似最好欺负的，那就是乔巴了。但路飞还真欺负不了乔巴。乔巴不光是团宠，如果路飞铁了心要吃乔巴，乔胡子可不跟路飞开玩笑，一拳一个不在话下。乔巴脾气好，不代表没脾气。路飞往乔巴脸上弹鼻屎，被乔巴一顿训斥。在和之国不顾自身安危，又被乔巴训斥。路飞遇到这种情况，只能卑微的给乔巴大哥道歉。要说路飞欺负过的人，弗兰奇算一个。当时拿着弗兰奇的胖子胁迫他上船，但弗兰奇显然也不是路飞能欺负的。刚开始两人大打出手过就算了，路飞有个习惯，夸赞别人时会呱唧呱唧的拍人家后背，然后弗兰奇来了一个苏坡出其不意，把路飞掀翻在地。这弗兰奇越看越像是故意的。两人还玩过相扑大赛，看得出来弗兰奇也不是路飞能欺负的。那罗宾呢？罗宾是连娜美都最多只能吐槽不敢动手的存在，路飞更没本事欺负罗宾了，反倒是腹黑的罗宾酱一招虚虚实实戏耍3人。罗宾倒是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欺负可怜的船长，不过在走屋的时候，路飞在那玩吊桥，搞得一群人心惊肉跳，罗宾居然跟其他人一起怼了路飞，好玩个屁，这属实是罕见。而乌索普因为是娜美的闺蜜，有欺负路飞的特权，一旦路飞脑子又抽了，闺蜜组就会对路飞进行混合双打。2年后，乌索普更是只要路飞说了什么比较简单直白的话，就会出面教训路飞，虽然没啥用，因为路飞有自己的一套想法。以上这几个人呢，平时极力克制着想欺负路飞的欲望，毕竟他们在打路飞版奥兹的时候全体黑化，一点都没手下留情啊，打完就掉头跑，这个多少是带一点对船长的个人恩怨了。那船上就剩2个最老实的布鲁克和慎平了，他们平时不会欺负人，那只是因为路飞没把他们惹毛而已，情不自禁的时候一样会拳脚相加，遇到这种情况慎平也不会惯着路飞，直接就是一顿毒打。布鲁克也是如此，当时初到左屋的时候禁忌是不能提忍者，路飞说漏嘴了，布鲁克直接就是一个手刀下去，跟着娜美乌索普一起围殴船长，然后才蒙混过关，帽子都被揍卷边了。虽然路飞很扛揍，但真的想说草帽团里谁把船长当人啊？路飞平时在船上的真实地位显而易见了，最卑微最好欺负，也是最宠伙伴的船长，路飞实至名归。香克斯及红发团主力大量设定细节公开，贝克曼的霸气超越海军大将，红发无惧预见未来。随着 Red 剧场版上映，关于神秘红发团的信息在 Red 设定集卷40亿中也得到进一步爆料。关于红发的时间线，39年前红发诞生，38年前神之谷事件，罗杰夺到的财宝中混入了一个婴儿，正是1岁的香克斯。25年前14岁的香克斯见证了罗杰海贼团的解散，1年后罗杰自首，罗杰时代落幕。红发除了有无可匹敌的霸王色，他还有一种牛批的能力，叫见闻杀。没错，不是见闻色，是见闻杀。见闻杀专杀见闻，是可以控制自己的气息，不让对方预测到未来。我丢，这简直是卡2和路飞的克星啊！好了，看来红发老师的课程已经可以预定了。另外，12年前，也就是红发来到风车村那段时期，他的赏金高达10.4亿，而且红发可以用出燃烧的剑，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个能用出火系能力的人了。正应了那句梗，烧烧果实狗都不吃。关于本贝克曼，此次爆料中印证了贝克曼的实力。首先，贝克曼是香克斯的右腕，战斗力高且机敏。SBS 中海贼王里智商最高的人名不虚传，在喜爱热闹的船员里，以深沉的姿态默默奉献，是当之无愧的副船长。这句话怎么这么像描述索隆呢？不过在剧情里，贝克曼确实也是给人这样印象的。实力上，贝克曼有超越海军大将的霸气，这里是个问句，连自然系的黄猿都不能防住他的牵制，这一点在官方设定中也是首次得到印证。所以生命卡里与红发比肩的实力也称得上是有理有据了。贝克曼的战斗特点是霸气加来福枪，外加子弹穿透，不许动果实，实至名归。贝克曼是花花公子，爱慕女人，战斗中不停的抽烟，斗篷也是古典的卷草纹，被评价为有着成年人从容的芬芳。说到这里，怎么感觉又像索隆又像山治？难道是结合体？接下来是耶稣布，他的人生 slogan 是海贼旗在召唤我。多年前留下妻子和儿子，加入红发海贼团，狙击技术超一流，有着追击者的绰号，令敌人闻风丧胆。最擅长的是见闻色霸气，即便与家人分离，心中还是挂念着儿子乌索普。乌索普也把父亲走的道路视为目标，抱有憧憬。耶稣布可以将带甲壳的食物一口吞下，擅长舞蹈，夸张的腰带脏辫充满了野性的魅力。然后是垃圾路，在红发海贼团里担任厨师一职，手里永远少不了一块棒骨肉，即使在战斗中也是如此的大胃王。同时宽大的身躯也是他的武器，常常带着爽朗的笑容，是一个逗逼，是伙伴中的气氛担当。平日里虽然不正经爱开玩笑，但是战场上就会变成玩命的海贼。战斗特点是霸气和人肉保龄球，虽然收不住饱满的肚子，但是腿部肌肉很结实，而且非常的灵活。性格特点是他是一个不擅长跟女人打交道的厨子。蒙斯特干部之一就是那只传闻可以单挑凯多的猴子，他有着不亚于人类的战力，当然这个人类对标谁那就没有标准了，有着善解人意的高智商，且这只猴子是元老级船员，12年前马奇诺的酒馆里就有他。朋克庞志干部之一，光头，身上有多处疤痕，身经百战的猛将，和猴子蒙斯特是老搭档。他俩同时也是船上的音乐家，两位有非常之高的默契。战斗招式和特点是一击、还击拳、怪力、蓄力攻击，看来是一位大力出奇迹、不服就干的战士。莱姆宙斯翻译过来就是青柠汁儿，干部之一。他手里的武器可以缠绕电击，有着可以击落子弹等的丰富操作，还能像山治那种空中步行、跃步一样在空中飞行，空战猛将。此招名为莱姆宙斯空中杀法。红发海贼团的船医名叫本乡，
他不光有着精湛丰富的医术为伙伴们提供支持，也是一名传将。原来乔巴和弗兰奇的结合体还真有，只是长得没有托尼·弗兰巴魔性。本乡在武器方面造诣很高，在战场上可以化身分解魔，将敌人的武器通通拆散破坏。另外，作为船医非常爱干净。12年前那个豁牙小伙就是他，如今已经一副成熟的大人模样。红发海贼团的航海士比尔丁 Snake， 当然也可以叫他张伟，就是那位文龙大哥。战斗特点：踩踏、踢技、杂耍二刀流。另外，他还有坚固防御。作为航海士，他内心应该很温柔吧，因此被评价为煞有介事的打扮，营造出干部的威严。咆哮嘎布，长相和身材都非常威猛，还有锐利的牙齿，可以从嘴巴里释放出咆哮攻击。虽然面相凶残，但心地柔软，还有些胆小。战斗特点：斩猎、咆哮、束缚。喜好上讨厌虫子，怕鬼，有时他会放下刘海，是个齐刘海，给人印象温和了一些。洛克斯达也是一位红发，2年前加入的红发海贼团，就是给白胡子送信的那位兄弟。被白胡子撕掉后，对白胡子流露出激动和愤怒之情，对香克斯非常忠诚。战斗特点就是把剑直直的挥下，名为开瓢剑，也可以用剑来挖洞，名为绝岩钻。最后，关于红发的实力，Red 剧场版里稍有表现。霸王色震晕无鼠中将，黄猿用8尺描边玉打红发，被红发躲开，只是瞬息之间，红发就已经移动到黄猿身前，把刀架到他脖子上了。黄老舅就跟不许动果时那次一样，缓缓举起双手表示我投降。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更多信息可以持续关注 Red 剧场版，拜拜。海贼王中那些超有个性的专属电话虫。海贼世界里的电话虫，除了五花八门的功能和生动形象的模仿能力，还可以给电话虫安装个性化配件。可以看到，很多人会精心打扮自己的专属电话虫，自己标志性的记号、服装、贝壳涂装，很有个性辨识度。首先来看一下草帽团的，他们的通用电话虫涂装比较简单，贝壳的配色就是路飞草帽的红黄搭配，有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和这样的。定位类似海军通用的蓝白条纹电话虫，从这个基础上衍生出了闭上了一只眼睛的索隆版和眼睛下面有1道疤的路飞版。但这个区别于个人定制，山治和弗兰奇当时就有定制自己的专线。山治的电话虫是有一缕稀疏的刘海，腹部有卷眉毛图案。弗兰奇的是身上有同款疤痕，贝壳上涂装了标志性的星星图案。表面高冷内心狂热的罗，他的电话虫堪称超好看的电话虫之一，不仅戴了一个同款帽子，还有海贼团的标志，贝壳涂装也是自己企业文化的元素，当时留给了明哥保持联系和谈判。明哥的电话虫更酷，模仿了明哥的潇洒和暗黑，曾出现过2个版本，虽然颜色和涂装略有不同，但那种气质如出一辙，加上电话虫戏精级别的模仿，感觉跟视频通话没什么区别，如同视频通话般逼真的还有大妈的电话虫，乍一看还以为大妈把自己的头给摆桌子上了。最搞笑的是，放电话虫的桌子都是根据大妈的身材穿着定制的，脸盲的路飞都惊呆了，堪称是海贼王里的虚拟现实技术。而大妈凯多打电话的时候，大妈的电话虫配上凯多的脸就是这样的，凯多的电话虫配上大妈的脸是这样的。大妈家族的很多人热衷于把自己的电话虫装扮得非常精致，比如卡2的电话虫就非常可爱，同款围脖都缠上了，贝壳配色就是自己夹克加上纹身的撞色搭配。很多人的帽子有特点，他们便把帽子等比例缩小，用于装扮电话虫，比如长子的电话虫、蒙多尔的电话虫、卡彭贝基的电话虫。而且贝基的电话虫还会抽雪茄，有些人则是用了自己的发型和代表色，比如夏洛特·欧文的夏洛特·加雷特，也称多弗朗明姐，直接把自己的披风、发型、头饰全套复制上去了，包括颜色还原度很高。还有淡淡男爵的也是如此。凯多阵营这边除了高级干部，大多人是用的和之国电话罗，他们同样拥有模仿能力，只不过智慧田螺好像是一人一个专线，所以百兽团最敬业的客服奎因那边有一大把手下的电话罗，出事的时候东一句西一句南一句北一句，客服奎因能忙得焦头烂额。奎因自己的电话虫长得跟他一毛一样，真是让人没啥好说的了。相比之下，近的就正常多了，贝壳上就加了一些刺状装饰，电话虫颜色贴合自己的火焰属性。刚开始禁止回凌空六子去找大河，所以他们人手一个近的电话虫，不仅可以快捷连线，他们几个居然还能实时群聊办公，聊得可欢了，堪称是海贼世界里的某信和某丁了。电话虫越到后面越变得花里胡哨，其实较早展示热烈的个人风格的电话虫，应该是从 CP9 开始。像陆奇的电话虫，除了标志性的胡子，贝壳涂装是契合的豹纹配色，还有利爪撕裂的感觉，挺有设计感。还有卡利法的电话虫，怀疑他直接把黑丝截下来了一块，泡在了电话虫的壳上。还有几个电话虫的气质比较夸张，主要是主人本来就夸张的缘故。除了大妈的电话虫，像是小一万的继承了主人的浓妆艳抹和一惊一乍，旁边闷闷不乐的白色电话虫是防窃听的。说到小一万，可以顺便看一下蒙奇地龙的，也是革命军通用电话虫，卡普的拖鞋印图腾赫然在目。黑胡子的显然是属于暴发户级别，一身珠光宝气，海盗帽一戴，胡子辫一留，除了牙齿一如既往的缺几颗，其他的和当年那个街溜子不可同日而语了。要说最可爱的电话虫，感觉女帝的电话虫最可爱，别人都是打扮发型、服装、帽子之类的，女帝的还挂了对同款耳坠，也是挺特别的一款，连女帝欣喜娇羞的情绪都能模仿的恰到好处，真是双倍可爱。电话虫也可以随时放生，比如小人族把罗宾的电话虫给放生了，也可以随时抓一只来。弗兰奇表示可以快速改装完成。总之，这些滑稽个性的电话虫是海贼世界中让人印象深刻、非常有趣的一种生物了。
海贼王里那些最具有灵魂的 CV， 在动漫里，如果说剧情和人设赋予了角色生命，那声优就赋予了角色灵魂。草帽一伙倒不必多说，毕竟真的是刻骨铭心的声音，以至于重要到现在但凡换个声音，草帽团都不是草帽团的地步。那来说一说其他非常有魅力的声音，首先就是黄猿的初代 CV 石冢运生，黄猿的声优真的是把黄猿的那种社畜划水、老演员衣服微脏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极了，比如黄猿的口头禅口蛙以内。怖いね。怖いね。化け物じみていて怖いね。不屑中带着懒散，懒散中带点潇洒，潇洒中又有点革命军的气息。これでまだ生きていたら、あいつら運が良かったと。諦めるしかないね。总的来说，黄猿的声音浑厚温和，滑稽狡黠，颇有闲庭信步的邻家二舅风格，真的是赋予了二舅灵魂的声音。石冢运生已故于2018年，虽然之后黄猿的二代 CV 志年龙太郎已经尽力在走老黄猿的风格了，而且已经还原的很好了。麦わらが15億だもんね。如果觉得还是有点跳戏，那只能说明黄猿的声音真的是经典到难以超越。然后是佩罗娜的 CV 西园九美子，不夸张的说，佩罗娜的那种可爱但多少带点神经病的性格，真的是剧情和声优共同成就的。声优不愧都是怪物，尤其是那听一遍就忘不了的奇特笑声。而且性格上，作为傲娇萝莉，佩罗娜既可以撒娇卖萌，也可以可爱凶凶。而且最好玩的是，虽然佩罗娜本身是个萝莉，但有时候也会故作御姐的语气说话，这种混搭的可爱，声优的表现属实是很惊艳。这个声音不仅完美契合佩罗娜，而且还在这之上锦上添花了。所以佩罗娜虽然登场不是很多，但特别可爱奇特，讨人喜欢。老沙的 CV 大有龙三郎，老沙那磁性的低音炮真的是挺让人上头的，尤其是作为稳重的智谋型反派。海軍本部に召集を受けてるはずの貴様がなぜここにいる？作为顶上战争最忙的人，老沙也是金句频出，魅力爆表。守りて門はしっかり守りやがれ。还有那句经典的撒西布利达拿。久しぶりだな，麦わら。以至于现在一天不听老沙说撒西布利达拿都难受。民歌的 CV 田中秀幸，作为工藤优作的声优，正经起来还是非常温和稳重的，不过也完美拿捏了民歌最帅该溜子的气质，尤其是民歌的笑声。漫画里的对白当然不会描述民歌是怎么笑的，全靠民歌自己发挥，但也就这样造就了民歌眼镜是本体，笑声是灵魂的经典。凯撒的 CV 中尾隆盛，想必这个应该是很多人更早记忆中的声音，没错，弗利萨大王。这个声音也完美匹配了凯撒早期的骄傲邪恶，后来的逗逼滑稽。不过这个声音好像很難去跑龙套吧，毕竟标志到一听就听出来是谁。罗的 CV 神谷浩史，罗喊的那一波招牌技能名自然是非常帅的。不过拿这个声音来一本正经的搞笑也很有喜感。神谷大佬可以拿捏高冷、中二、吐槽等的风格，而这也完美匹配了罗身上的特点，非常适合罗从开始的孤狼性格被启示二哈一路带崩的心态经历。然后熊的 CV 酷秀行，熊初登场于151集，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开口说话已经是恐怖3人帆船，非常温和温柔的声音，却挂着暴君的称号，就非常让人关注。现在知道了熊的经历后，熊真的很温柔，所以难道当初就把熊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想好了吗？好家伙，声音都成伏笔了。不管怎么说，这个声音和熊还是很契合的。青雉的 CV 子安五人，有魅力的声音或许并不需要大段的对白才能让人记住，比如青雉的笑声和 Ice Age。Ice Age。赤犬的 CV 立木文彦，这个声音就非常符合赤犬秉持的正义观。以至于讨厌赤犬的听到这个声音就对此厌恶，但喜欢赤犬的听到这个声音就热血沸腾。女帝的 CV 三石琴乃，这位大佬的风格可谓是美女战士专业户，没错，其中就有美少女战士里的越野兔和 EVA 里的葛城美里。除了女帝那句霸气御姐的开场白，女帝在路飞面前的恋爱脑和撒娇气质也完美拿捏了。红发的 CV 池田秀一，这没啥好说的，毕竟一开口就知道拥有最有面子的声音加最有面子的脸的人来了，必须得给个面子。雷利的 CV 原不起意，作为罗杰的副船长，雷利给人一种很隐秘而老成的感觉。而且雷利身上还有一种低调的霸气的感觉，沉稳但不失凌厉，这些都很精准的表现出来了。巴基的 CV 千叶凡，顶上战争开直播的声音不是开玩笑的，尤其是那张开光嘴，不愧是最强霸王色运气。罗杰的初代 CV 大冢周夫，这个可以说是真的很有灵魂了，毕竟那段经典的号召不仅是让无数人对大海趋之若鹜，也正式拉开了海贼王的序幕。
この世の全てをそこに置いてきた。正因这段经典，虽然罗杰死了，但他却一直活在人们的心中。当然，也可以听一下2代罗杰的声音。俺の財宝か。欲しけりゃくれてやる。探せ！この世の全てをそこに置いてきた。声音这个不得不说，确实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原因。不过有时候也存在各有优势的情况，比如鹰眼的初代和2代声优。快点よ！ロロノはゾロ！まだこんなところにいたのか？ロロノは。初代鹰眼声优也是个大佬，他是比克大魔王和神的声优。初代在激励索隆的那一段非常有气势，但是2代声优声线更稳重、冷淡、年轻一些，更符合鹰眼身上的气质。虽然只说了一些个人感觉很有灵魂的 CV， 不过其实每个角色肯定都离不开声优的塑造，各有特点，相辅相成，才有了这些很有魅力的人物。现在海贼王堪称是声优和尾田比谁更能熬。尾田老师还比较年轻，48岁，而草帽一伙里最年长的慎平的声优宝龟克寿已经77岁了，最年轻的娜美的声优冈村明美也已经54岁了。所以声优们一定要挺住，一定要熬过尾田。索隆是块砖，哪里需要往哪搬。草帽一伙每个人都有明确的职位，平时各司其职，也互相帮助。其中身为战斗员的索隆，战斗之外是不是最闲的？当然不是，除了战斗上要肩负大量战斗任务，2年前身上的伤就没好过。在生活中，索隆除了坚持锻炼，兼职做的其他事情也很多。索隆平时经常在甲板上打瞌睡，给人一种抽空就睡觉的印象，但用睡觉来疗伤这个一直是索隆的一个习惯。而且索隆正常作息时间是凌晨4点到早上7点，只睡3个小时。在草帽一伙轮流值夜班的规则下，索隆算是个常驻的守夜人。而且桑尼号的瞭望塔就是索隆的健身房，边健身边站岗，再加上索隆即便打瞌睡也会保持着高度的警觉性，这种安全感对前来值夜班的胆小组成员来说真是太重要了。索隆力气大，那体力活索隆就别想逃了，比如收集木材，这对索隆来说太容易了，手中的刀随便挥一挥就能收到远超预期的木头，只是木头有了人丢了，这种事情时有发生。索隆出去摘果子也是摘的最多的，只不过经常用力过猛，一个人干出了几个人的份儿。回来才发现原来路飞、乌索普一个都没摘。索隆本以为自己可以成为模范摘果人，也确实，娜美看索隆摘回来这么多，于是奖励索隆熬夜去继续摘果子。虽然娜美是开玩笑，但索隆一直欠娜美高利贷，所以即便是真的，索隆也得去。早期娜美让索隆去保护薇薇，他就得去；让索隆去管吃了奇怪东西而发疯的路飞，他也得去。很长一段时间，索隆就是娜美的苦力，苦差事也是没少干。所以索隆干的活并不比别人少，还因为索隆的身影会在各个岗位出现。索隆虽然不是舵手，但在有人监管的情况下，曾经掌舵的时候会出一份力。索隆依旧稳定发力，刚开出来就撞上军舰了，效果非常显著。只要不让索隆开船或带路，其他都好说。索隆不是船工，但弗兰奇没上船之前会跟临时船工乌索普一起修船。厨房虽然不是索隆的地盘，但也会和山治一起洗盘子。索隆不是一船之主，但在伙伴发生矛盾、人心涣散的时候，索隆的坚定和原则会更注重整个团队的存亡，并告诫且帮助船长树立威信。索隆不是船医，但非常宠乔巴，还是乔巴的私人搓澡工。索隆也是最忙的水下救生员，不仅要捞路飞、乔巴这种自家的能力者，还要捞对手，毕竟是船长拜托的。于是索隆就把斯摩格给捞上来了。索隆不懂航海和历史，但在危险的时候，索隆总会帮娜美、罗宾挡住突如其来的危险。索隆不会玩乐器，但索隆应该是布鲁克人生中屈指可数抱着他上过厕所的人。索隆干的活很杂，而且还都是些很低调的活，低调到船都开出去老远了，大家才隐隐感觉到好像少了个人。索隆扛伤换路飞性命，在鹰眼面前，索隆何尝不知道恳求对手的那种卑微，但他放下尊严，磕头求教剑术，并不只是为了自己，这些事情都没有和伙伴们说起过。所以索隆平时除了战斗外，也是低调的身兼数职，也属于哪里需要往哪填，只要值得啥都能干的存在。海贼王中的枪和顶级枪手，在海贼世界的高端局中，枪这种东西说它没用，不能说是没有毛用，那也是毛用没有；说它有用，不能说是大有用处，那也是用处很大。关键是看谁用了。白胡子海贼团的第16番队队长乙藏，乙藏妖艳的外表下有一手犀利的枪法，5亿1000万的赏金不是白来的。在鬼岛，乙藏一枪把劲的刀给缴械了，不能说是把劲给怎么样吧，反正是把劲给打得稍微有点懵逼。哎，我刀呢？说到枪，很多能力者本身就完全不怕普通子弹，比如老沙路飞。很多的能力者也大多有自己的办法，或者霸气到达一定强度，都可以抵消子弹的威力。不过像子弹、弓箭、刀这些东西缠绕上霸气就不一样了。卡2的糯米子弹虽然是果实能力变的，但缠绕了霸气一样虐路飞，差不多一个意思。理论上只要霸气练得到位，用枪不说能压制谁，那也会给人造成极大的威胁。再配以见闻色霸气，枪也就不鸡肋了。就像贝克曼一枪指住黄猿，黄猿演是演了，但心里多少也得掂量掂量。当然枪还有更 bug 的用法，就是只要打中就能让能力者击击的海楼石子弹。泽法当时就用海楼石子弹击中了路飞，路飞的战斗力几乎是直接清零。在佐乌的时候，贝基就曾经谎称自己枪里有海楼石子弹，就一句话把东躲西藏的凯撒给吓出来了。还有在和之国，霍金斯用海楼石钉子击中了罗，让罗无法使用能力。只是海楼石这种稀少还难加工的材料，不是人人都扩到有海楼石子弹的。老老实实的练枪法和霸气才是正道。
黑胡子海贼团的狙击手范奥卡也是个用枪的高手，在加亚岛的海岸将肉脸远远不能企及的3只海鸥一起打了下来。虽然这哥们儿有倍镜和一把名叫千路的名枪，但当时连枪声都没听到的乌索普断定这事儿只可能是个巧合。不过乌索普后来干出了比这个更牛逼的事情。另外，范奥卡还能知道其中一只没有死，感觉至少他的感知能力是比肩乌索普的。2大射手大后期可以直接中路对狙了。凯多团有3灾，大妈团有3将星，那红发团就有3枪，分别是贝克曼、耶稣布、拉基路，3个人全都是枪玩的贼溜，但更多的应该是精通霸气。像耶稣布几十米外击中蚂蚁的触角而不伤及其他部位，在和海军天才狙击手达迪 solo 中获胜。贝克曼的不许动果实这种操作，没个优秀的霸气也撑不起赏金实力双高双平衡海贼团的牌面。乌索普和其他枪手还不大一样，别人用枪，乌索普用弹弓，有一手顶级狙击手专用的见闻色，加上他特殊的植物弹药，算是发展出了一种奇特的战斗风格。虽然黑团和红团有很多用枪的强者，但不得不说，在高端局中，理论上枪有很大的用武之地，但现在枪依旧表现得很鸡肋，主要是对于这些传统狙击手的综合实力展现的还很模糊，而很多实力强的又根本不怕枪。很多人的果实能力都可以替代枪，像海军狙王黄猿，他的镭射可比枪好用多了，女帝的稳枪和俘虏之剑，卡尔的糯米加特林等等等等。那耶稣布、范奥卡这种传统狙击手就显得有点尴尬了，至少目前来看还没有特别惊艳的操作。不过因为黑胡子和红发2个团队的重头戏都在后面，所以后面也可能会完善一下狙击手的实力和设定，还是很期待有一场精彩的顶尖枪手之间的巅峰对决的。2年前没输过，2年后连跪王，号称2年前谁都打不过，2年后谁都打不过。斯摩格仿佛就坐了一节过山车，上去的快，下来的也快，然后至今还没上来。作为早期罗格镇的海军扛把子，第一个登场的自然系，加上斯摩格有一把顶端装有海螺石的石手，对中小海贼有着很强的统治力。在罗格镇、巴基、亚尔利塔一伙，这些搞事情的被斯摩格轻松抓住，3000万悬赏的路飞在其面前丝毫没有反抗能力，要不是龙，路飞就得坐着军舰进伟大航路了。从罗格镇追进伟大航路，再到阿拉巴斯坦，斯摩格简直就是路飞早期的噩梦，而且每次路飞都是毫无还手之力。期间，斯摩格曾经跟保护路飞的艾斯短暂交手过，艾斯2年前5.5亿赏金，刚出道能打到圣平先倒地，后来也能跟青雉过过招，已经是很强的了。烟雾果实的斯摩格至少短时间内可以与之五五开，反正斯摩格小海贼说抓就抓，几亿的海贼也能跟他打打。当时斯摩格还是上校军衔。阿拉巴斯坦事件后，斯摩格被迫晋升为准将。草帽一伙打完司法岛后，斯摩格当时正在抓一个5000万的海贼，看到这则消息，决心之后要继续抓捕路飞。到了顶上战争，斯摩格的实力也比之前更强了，表现不说是太亮眼，也是稳定发挥吧。当时路飞已经3亿悬赏了，但不能熟练掌握霸气，即使2档状态也根本摸不到斯摩格，反而被斯摩格一棍摁在地上。斯摩格的自然系和石手2年前真是能克死路飞。接着被生气的女帝一脚踢开，3色霸气的女帝才不虚斯摩格这一套。斯摩格的石手只有前端才有海螺石，所以还没有那么 bug， 很快就被女帝给踢断了。虽然这场交锋斯摩格属于劣势，但2年前斯摩格打过的架根本没输过，最多也就是这样被压制。可2年过后，每次都被斯摩格给秒的路飞已经完成了蜕变，而斯摩格就给人一种好像停滞不前的感觉。要说那时候的维尔哥和罗真就完全比艾斯女帝强吗？也不至于。斯摩格在新世界直接来了一个新凉的连跪之旅。第一跪拼果实能力玩不过罗，达斯奇斯摩格被罗双杀，还被罗的恶趣味给玩弄了。要说罗的果实能力 bug， 斯摩格也有海螺石啊，斯摩格是一下也没捅到罗，只能说这个时候斯摩格和罗的综合实力就已经差一截了。然后第二跪被凯撒活捉，这个不丢人，因为斯摩格被换了身体，而且大家都没反应过来，一起蹲监狱。第三跪拼体术霸气打不过维尔哥，这场战斗的前半段斯摩格是实打实的被揍趴下了。论力量斯摩格被 KO， 论防御维尔哥硬到斯摩格几乎打不动，而且后面失手又给人打断了。但一定有必要说，斯摩格知道自己没有胜算，后半段宁愿单方面挨揍，也要借烟雾掩护帮罗偷回心脏。斯摩格在情义和大局观这方面从没让人失望过。后来第四跪遇到了正在气头上的明哥，既然维尔哥和罗斯摩格打不过，那没有意外，明哥打斯摩格也没有压力，斯摩格被明哥秒，其实也是因为去保护自己的小弟分了神。后面要不是青雉来救场，斯摩格就凉了。罗要强于维尔哥，明哥比那个时候的罗还要强很多，青雉又比明哥强更多。这几个人在这儿玩套娃，然而斯摩格却最惨，沦为烘托这哥4个的经验包。主线剧情中，斯摩格连战连跪，不过狂热行动中，动画组还是给斯摩格找回了一些面子。斯摩格跟萨博可以纠缠到5-5开，但其实萨博这种在名师辅导下练体术霸气出身的，霸气比维尔哥只强不弱。萨博真要动真格的打起来，斯摩格打萨博更没戏。只能说斯摩格在战力方面很可惜，2年后暂时并没有发挥出惊艳的实力。但斯摩格的人格魅力其实已经盖过了他这个战绩的问题。战绩拉垮承认，但他所贯彻的正义是被大众所认可的。海贼王中很多角色的成功也不是靠的战斗力，而且斯摩格追不上路飞，其实也并非完全是实力问题，而是斯摩格可以明辨是非善恶对错，还有情有义。冰火岛反而是烟鬼很圈粉的地方，而且受人恩惠，斯摩格死也会还上这个人情。
所以斯摩格非但没有被放弃，未来的海军也一定是需要像藤虎、斯摩格等等这种既有血性原则，也能明辨是非，为了正义还有些小叛逆的海军。老沙的5-5开实力，老沙的脸上虽然没有写字，但一道伤疤把脸均匀的一分为二，他脸上可是写满了5-5开。老沙的5-5开，并非是说他从没有输过，是他跟谁都能过2招。虽然没有主角光环，但没有什么人是他不敢打的，还专挑榜上有名的。关键是输赢暂且未知，气势先压一头。老沙20岁开始扬名立万，这个年纪对比有些大佬算比较晚的了。但老沙出名的跳板是16岁战平冥王雷利的巴雷特，20岁的年轻沙和19岁的巴雷特遭遇，战斗未分胜负。这场战斗不会打了太久，但也绝不会是仅只过了1-2招这么简单。因为老沙在打了这场关键的定位赛后，不仅声名鹊起，还引起了世界政府的注意。在8100万赏金的时候，老沙被招安成为王下七武海，战绩和名望涨得太快，然后老沙飘了。也或许是和白胡子本身就有什么恩怨纠葛，老沙直接点名挑战，不到50岁正处在巅峰期的白胡子，结果就是惨败。被白胡子给虐了之后，老沙不仅没有畏缩，心中的不服和野心反而更稳固了。在安分了一段时间后，老沙开始布局阿拉巴斯坦和寻找古代兵器冥王的计划。然而多年之后，那个背着水桶来拯救阿拉巴斯坦的少年出现了。现在看来，老沙的败里外有很多原因，但不可否认，老沙输了，而且输得很狼狈。老沙既可以和巅峰白胡子过招，也可以战平巴雷特，还可以输给5档路飞，就是这么搞。但输了没关系，下次再挑个大佬把战绩给打回来。老沙的状态就是这么迷，但气势上依旧稳定乏力。老沙把监狱当成家，手下来救他，能走不走先点根雪茄。在深海大监狱再次遇到路飞，路飞很惊讶，老沙很开心。老沙的肆意搞得好像自己才是胜利者一样。出狱的老沙第一件事就是换身衣服抽雪茄，还找了个人给他擦皮鞋。终于来到了顶上战争的大舞台，老沙得赶紧冲分啊！没想到老沙第一个目标就奔着在他心中记恨许久的白胡子去了，但被全身沾满水的路飞打断，老沙居然收手了。所以海贼王中其实有2个非常奇怪的人，一个是遇到实力强的一个都打不过，但打路飞就来劲的斯摩格，一个是打路飞就虚，但遇到实力强的总能5-5开的老沙。也就是为什么黄猿是革命军，老沙是路飞妈妈这样的梗能长久不衰的原因。顶上战争，老沙东奔西走，成为了最忙的那个人，和明哥来回周旋了几招，谁也奈何不了谁。期间被乔兹的闪耀冲撞给怼出了血，他低估了乔兹的移速。虽然老沙到处搞事情，但老沙整场受的伤也就这么一次。接着老沙又在元帅战国面前亮刀子，突如其来的杀刀把战国提前处刑的计划打乱。老沙在广场中央巍然不动，倒是把战国给气得不行。反正在这场战斗中，海贼方和海军方的首领老沙是二话不说都给惹到了。很快老沙又挡下了追击路飞的鹰眼，老沙当时心情非常不爽，再加上鹰眼砍了老沙的小弟在先，老沙可看不得鹰眼这么嚣张下去。鹰眼是世界第一剑豪，但老沙是5-5开啊。很玄幻的是，之后鹰眼再也没有出现在路飞的面前。四皇、元帅、七武海都怼过了，还不完美。就在大将赤犬准备一拳了结甚平路飞的时候，一把杀刀将赤犬拦腰斩断，一手杀爆将路飞甚平的命保了下来。然后老沙说出了那句让自己人格魅力升华的那句话：守りてえもんはしっかり守りやがれ。これ以上こいつらの思い通りにさせんじゃねえよ。赤犬直接人傻了，不是因为这招给他造成了什么伤害，而是赤犬惊讶道：你是怎么敢的？老沙表示：白胡子我都敢，你是哪点比白胡子强吗？之后在新世界的老沙其实很惬意，每次登场都在看报纸，而且好像还有了新的手下，看来又在新的地方当老大了。不管老沙是看报王我当定了，还是准备再次出山，总之期待老沙的下一次任性登场。索隆2年前后的血条状态。索隆2年前血条没怎么满过，2年后血条没怎么掉过，除了在鬼岛和双四皇打团这种不可避免要受大伤的硬仗，2年后的索隆几乎都是保持着衣服微脏最多小伤的状态，并不是敌人很弱，而是索隆的实力绰绰有余。2年后与之对位的敌人对索隆的威胁还不如一个十字路口对索隆的威胁大。跟路飞出海那会儿开局顺也不顺，虽然很早的遇到了鹰眼，但也很早的被虐爆，触目惊心的刀疤代表着索隆坚定的信念，永远的烙印在索隆的皮肉之上。在小花园为了摆脱三哥的蜡烛禁锢，差点是自己把自己的双脚给砍下来，从此索隆的双脚脚踝上又多了2道伤疤。在阿拉巴斯坦，索隆先是被 Mr. One 给剐了一顿，白上衣见怪不怪的被鲜血染红，但索隆凭借顽强的战斗意志觉醒了斩铁的力量，其实就是霸气的雏形，浴血奋战，艰难战胜 Mr. One。 在空岛和山地亚战士布拉哈姆战斗期间，为了弥补自己攻击距离有限的短板，首次用出为天空战而生的烦恼缝系列技能，威力更强，攻击距离更远，索隆得以连续击败山地亚战士和神官欧姆，轻伤进入决赛圈，但接着被艾尼路给电麻了，受伤昏迷。在水之都和 CP9 爆发了小规模冲突，索隆连吃卡库3下纸枪，和路飞一起被路奇双双打飞，后面一个卡墙缝里了，一个卡烟囱里了。不过在司法岛决战时，两人也双双复仇，索隆首次用出鬼泣9刀流打败卡库。在恐怖3维帆船的最后，索隆仅凭血肉之躯吃满了熊在路飞身体里抽出来的满额伤害，导致血条爆炸，连动不动就能放2斤血的山治见状都惊呼这他妈什么出血量。不过索隆巍然站立，直言什么也没发生过。
在香波地，索隆看似已经痊愈，但遇到和平主义者的时候，心理创伤外加肉体创伤一起复发。山治发现索隆之前受伤太重，根本没有痊愈。在这种状态和痛苦下，索隆还要战斗，还要躲避和平主义者的各种激光炮，最后被大将黄猿的激光洞穿身体，失去反抗能力。被拍去暗岛的时候，索隆已经是重伤不起了，看样子是昏迷了2-3天。2年前，索隆人在塔在，都是血条不空不离岗，在暗岛也没闲着，伤未痊愈就跟狒狒开始打了。之后，索隆拜师鹰眼，经历了2年的修炼和名师辅导，索隆的实力迎来了一波大幅增强。2年后连战连捷，香波地面对和平主义者3大主力根本毫无压力。在渔人岛，索隆用刀柄防御之类的，秀了很多骚操作和新技能，在水中一刀虐了霍迪琼斯。虽然后来被嗑药的霍迪琼斯抓住，但索隆肺活量再大也顶不住一直在水里，只能说是水限制了他。后来秒了号称渔人岛第1剑客的暴藏。在冰火岛一刀击垮雪女莫奈，在德雷斯罗萨面对全身武装色的石头怪皮卡，索隆终于稍微认真了一点。但是绑头巾、摆 pose、诗歌朗诵、切豆腐用了20分钟，秒皮卡的武装色真身用了1秒。索隆用实力证明武装色的差距可以有多大。在和之国也不能说是血条一直满的，反正皮外伤压制霍金斯，被捅了一刀打败基拉，被音波刮了一下，后来一刀砍翻阿普。除了和4皇团打，以前那种用各种技能去耗的战斗几乎没有了，基本都是一招或几招内解决，要不就是试探一招不打了。2年前随便一场硬仗放的血，都比2年后以上这些战斗加起来放的血多。去挡双4皇的合体技是索隆2年后第一次受重伤，毕竟扛的可是俩4皇啊，不受个大伤说不过去了。不过好在也嗑药嗑起来了，爬起来继续和劲打。所以有一句话也很适合索隆，赢过输过，但就是没怂过。路飞的社交牛逼症。路飞一直以来广交好友，红发和艾斯一早就看出路飞有社交牛逼症。现在回头看看，路飞认识的上到4皇大将，下到各种奇奇怪怪会说话不会说话的生物，左到王子黑帮混混头子，右到女王萝莉娇艳公主，中间还有人妖。不管是半人半兽的缝合怪，还是只有下半身的警卫门，路飞基本都可以做到无心理障碍，主动交流并混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全性别、全物种、8D 立体环绕沉浸式社交牛逼症。当然，草帽一伙都多多少少有社交牛逼症，但其他人跟路飞比，那就不是一个级别上的。路飞喜欢拉人家各种奇奇怪怪的生物当伙伴，这见怪不怪。如果仅仅是这样，对路飞来说还不够牛逼。社交牛逼症第一要义，尽管初次见面，只要自己不觉得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路飞遇到奇怪的生物，经常问人家会不会拉屎，而且他对这门学问还非常的执着。路飞跟布鲁克一见面，路飞就问布鲁克会不会拉屎，布鲁克回答会的。后来又遇到了人鱼凯米，见凯米是只人鱼，路飞顿时来了兴致，又直接问凯米你会不会拉屎。凯米刚想回答，被只肯接受否定回答的山治及时阻止。本以为路飞对史学的探索到此为止，没想到2年后在渔人岛，路飞又在夏利夫人面前问人鱼会不会拉屎，人家在那儿聊占卜，路飞跟人聊拉屎。没错，路飞的思维就是如此跳跃。2年了，路飞居然还没有忘了这个问题，并且把这个问题的探索范围拓展到了一个种族问题。社交牛逼症第二要义，尽管初次见面也不吐不快，一定要厚脸皮。在顶上战争中，路飞让在场的所有人见识到了什么叫社交牛逼症，在白胡子面前出言不逊。虽然当时路飞不是很清楚白胡子究竟是什么级别的人物，但他知道很厉害，因为听艾斯说起过。可第一次见面，路飞就质问白胡子，你想当海贼王吗？那可不行，要成为海贼王的人可是我。如此猛烈的牛逼色霸气，顿时把有阵阵果实的白胡子也给镇住了。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股气魄所折服，第一次见面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是路飞一直以来的绝活。在慈古岛拉朵莉尔姨娘上船，称其为老太婆，被一脚踢飞。在深海大监狱和初次见面的慎平深情对视长达20秒，把慎平尬的用脚抠穿了牢房地板。在渔人岛称呼夏利夫人为大人鱼，再加上拉屎这种问题，夏利已经忍路飞很久了。路飞成功让端庄优雅的夏利露出了鲨鱼牙，看到白星公主如此胆小，路飞直言讨厌她，把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这么对她说话的白星公主气得差点咽气。虽然路飞并没有恶意，但显然白星还没有适应路飞这种不吐不快的社交方式。社交牛逼症第三要义，尽管初次见面，但可以以极快的速度跟别人混熟。在小花园，路飞很快的跟巨人东丽混熟了，还有说有笑，还交换食物，还可以开玩笑的挑衅，真是把旁边的微微给看傻了，直呼这2人已经完全混熟了。后来遇到了本身为巨人族的莉莉，莉莉一开始不仅偷吃了路飞他们的食物，还和一伙人大打出手。但路飞对莉莉的迷你果实能力很好奇，很快就和莉莉化敌为友混熟了，甚至还玩了起来。罗宾索隆不禁感叹，看来食物被偷吃的事儿已经完全忘了，这2人一瞬间居然这么要好了。在冰火岛，其他人都热得没心思玩了。路飞挂着警卫门的下半身，遇到了一个半兽人，那个半兽人以为遇到了同类，2人很快混熟了。索隆回头一看，吐槽路飞又在跟奇怪的人交朋友。不久之后，索隆看到了路飞跟半兽人居然在比赛跑步，无奈到看来已经完全混熟了。虽然最后暴露了，但路飞还要喊着人家当伙伴。总之，以上也只是路飞社交牛逼症的冰山一角而已。一直以来，在社交方面就没有什么是路飞拿捏不了的。如何评价佛之战国的海军生涯？如果在海军中选出称职合格的海军，战国不是唯一，但一定是其中之一。他态度强硬，但一直忠诚，也有情感，也不乏对自身观念的变革和对正义的探索。
大将时期的战国挂的是君临于世的正义，听名字很霸气。作为海军中目前已经实锤有霸王色的存在，早期的战国也是有远大抱负和理想的海军。君临于世不仅是自己不愿只当一个普通海军，同时也认定自己就是正义的。后来战国当上了元帅，正义的牌匾改成了绝对的正义。战国绝对的正义和赤犬彻底的正义虽然都听起来极端，但有本质的区别。赤犬的彻底代表着斩草除根，甚至包括无辜生命，比世界政府做的还绝。而战国是站在海军和世界政府的立场上，他一直相信和忠于世界政府。更多的是战国自己是真心想要正义的，也觉得世界政府提拔他，那政府肯定也是正义的，至少顶上战争前他是这么想的。就像奥哈拉事件时，萨乌罗质疑海军的做法，战国直接训斥：你在怀疑世界政府吗？其实战国乃至整个海军一直都是世界政府的工具而已。当时不仅萨乌罗中将想不通，当大将的战国都不是很清楚，这些学者为什么能让上面如此动怒和恐惧？但既然威胁到世界政府了，战国对命令还是没有丝毫怀疑。从上帝视角来看，战国就是太过于相信世界政府了。有人说战国这是愚忠，但战国身为海军高级将领统领海军，他必须以身作则。军人的忠诚里永远没有愚忠，因为忠诚和服从命令就是军人的首要责任。这一点在海军立场上，战国是没错的。赤犬都不能算合格，因为他擅自炮轰避难船，影响恶劣，没得洗。赤犬的那种忠诚是没有底线的，但战国有，这个到他生涯后期会越来越明显。再说奥哈拉事件，战国虽是屠魔令的授权者，但给他下达命令的是吴老星。自始至终，战国都是执行命令，而战国甚至世界政府并没有想将奥哈拉的人赶尽杀绝。这个从赤犬擅自炸沉避难船，一众海军军官，甚至是 CP 的斯潘达因都瞠目结舌的反应就能看出来。抓的抓，烧的烧，毁的毁，杀无辜多此一举。上有吴老星，下有赤犬，这个锅也不能全甩给中间的战国。再就是战国一直对海贼的态度非常强硬，但海军抓海贼这个也是天经地义。就像深海大监狱的汉尼拔所说，为了人们能安心生活，我也要把你们这些凶恶的罪犯关在这地狱的大要塞里。如果这里被打破，世界就会陷入恐怖的深渊。汉尼拔的话一针见血。虽然海贼里有像路飞这种非主流海贼团，但海贼终究是海贼，大航海时代只会让更多的人成为海贼，这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烧杀抢掠、祸害百姓的存在。既然汉尼拔值得被尊重，战国的做法和立场我们也无法指责。其实战国也有无奈，在顶上战争后，战国得知推进城逃出了很多实力强大的囚犯，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些囚犯流入某个国家会对那里的人乃至世界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让开惠王立刻统计人数和发布悬赏令。但得知世界政府还要封锁消息的操作，战国对此极度震惊和不满。从这里，战国对世界政府所谓的正义的理解开始转变。后来战国推荐卿制当元帅，战国是鹰派，卿制是鸽派，本身看似对立，但在战国看来，未来的海军一定是更多的需要卿制这种人，而不是同属鹰派的赤犬。所以战国本身有着坚定的立场，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又能放下立场。同时也看得出来，20年前赤犬那一炮其实一直让战国耿耿于怀，这是战国的底线，也是格局，也是拎得清。2年后，战国挂了一个大督察的闲职，但颇有无官一身轻的自在感，花里胡哨的装扮和伸手就来的零食，和大将元帅时期判若两人。他调侃赤犬元帅不好当吧，其实也是自嘲自己当年的种种无奈。在和罗聊天的时候，战国嘴上说如果自己还是现役一定会抓罗，但战国更多的是能拎得清善与恶，何为爱与自由，也可以理解罗是克拉松的一种寄托，所以他没有抓罗。当年和明哥分开的克拉松是战国收养的，许多年之后，战国得知克拉松遇难时，一向强硬的战国也难忍悲痛。在绝对的正义中，一直以来战国既有立场也有情感。对于腾虎怒怼赤犬放走路飞的做法，战国表现的还很满意。战国一辈子都在为海军为世界政府办事儿，等于为天龙人办事儿。但卡普罗杰在神之谷打败袭击天龙人的洛克斯海贼团，亲至腾虎，先后担任需要为天龙人服务的大将一职。虽然世界政府和天龙人并非正义，但时代终会更迭，旧的格局会被新的势力所打破。而无关立场、富有正义感、各有底线的人一定不会被否定。正义虽然没有唯一答案，但它至少有大众所认可的界限。海军阵营中，正义的海军还有，但要说真正符合铁血军人的海军，不是赤犬，而是战国。海贼王中的那些灵魂画手，娜美作为航海士，经常绘制海图是她的专业技能，有这个功底，娜美当然也会画画。娜美的代表作《狮身人面兽》，当时胆小组在恐怖3维帆船的时候，娜美看到了一只人脸狮子，娜美顿时被吓出了魂儿，然后娜美将她看到的狮子画了出来。虽然那只狮子很猥琐，但娜美画的，用罗宾的审美来说，就是画的非常卡哇伊。娜美的画风就感觉在像和不像之间反复横跳。要说不像，娜美还很严谨，下巴、鼻子、缝补的痕迹也都挺细节的。但要说像，又感觉娜美画的不能说毫不相干，但也天差地别。加洛特的偶像派画风，代表作人人都是卡文迪许。当时乔巴、加洛特为了寻找伙伴们，加洛特画了山治、路飞、娜美、布鲁克、佩德罗5个的画像。后来佩德罗吐槽，这是 P 过头了吧？确实，不得不说，乍一看这是画了5个卡文迪许嘛。但仔细一看，这画风似曾相识，怎么这么像山治用整形踢出来的那种画风？很帅，但帅的有些油腻。尽管如此，相比于那几张悬赏令，这也是山治最漂亮的一张肖像了。
罗宾的写实但稳中带皮的画风，作为考古学家，有一些绘画或者素描的功底也是应该的。但罗宾内心很皮，比如罗宾个人画展上那幅名叫《卡哇伊》的画，有人说这张画非常像山治的悬赏令，怪不得这么眼熟，真的就是同一个画风。罗宾和火焰拍照侠的美术是同一个老师教的，也有理有据。路飞的抽象派画风代表作有草帽海贼旗的草稿和鲸鱼拉布头上的草帽团标志，以及娜美变成人鱼的简笔画。还有在和福克西比赛胜利后，路飞要走了福克西的海贼旗，并给他们安排上了自己亲手画的。路飞的画技依旧稳定发挥，让人过目难忘。上面的几个字符是狐狸的意思，代表银狐福克西。路飞的画技做到了杀人诛心的效果。在到达海上车站的时候，可可罗婆婆给了路飞他们一份岛屿地图，结果后来娜美打开一看，居然是一张极其草率的蜡笔画。乔巴捡起来还说，哇，这跟路飞的水平一样。正好当时路飞迫切的需要一个船大工，于是他也画了一幅蜡笔画，理想中船工的样子，而且这个船工身高有5米。但不得不说，有某些地方和之后的弗兰奇好像还有些神似。对了，路飞最初画的那个人鱼娜美，后来在乙姬王妃的回忆里真的出现了。乌索普的涂鸦画风代表作有乌索普自娱自乐旗和草帽海贼团的正式团旗，从小就在别人家墙上涂鸦乱画，造就了乌索普的美术才艺。不仅如此，乌索普在雕刻艺术上也有天赋，有人画画堪称直击人的灵魂，有人画画堪比操纵灵魂。老沙手下的小萝莉黄金周，她本身就是个小画家，手里经常拿着画笔和调色盘，能力是用颜料和符号影响别人的情感和意识。但根据尾田的说法，黄金周并非果实能力者，而是通过神奇的色彩精神暗示对生物产生影响，属于一种神奇的催眠术。黑炭家的勘十郎，首先他是比比果实能力者，他画出来的东西可以成为实体。勘十郎作为内奸，一开始刻意隐藏了精湛的绘画技能，所以之前的代表作都是龙之柱、画中雀、虎三郎、猫走卫门这种像龙像鸟像虎像猫但又都四不像的奇怪生物。帮乌索普画的表情包算是帮助乌索普完成了绝杀。在和之国，勘十郎露出真面目，其精湛的绘画和之前简直天壤之别，不仅是能画出可以以假乱真的自己和光月玉田来坑弑跳武士，在1030画中，死不透的勘十郎又诈尸，挣扎的勘十郎画出了一个火焰妖怪，妖怪所到之处都会燃烧殆尽，只不过是黑炭家族垂死挣扎的一种报复而已。目前来看，勘十郎的画不仅不烂，反而每一次都意想不到，有一定的抗水性，还不会像明哥那种自己跪了鸟笼就会消失的绑定关系。勘十郎又跪了，但他画出来的妖怪不会因为能力者目前的状态而受到制约，会有自己的意识，真的是给画倾注了一个灵魂一样。以上这些灵魂画手虽然都会画画，但画风各有不同。海贼王中有多少种画风，也代表尾田会多少种画风，所以海贼王最牛批的灵魂画手还得是尾田。不杀的大将黑腕泽法，在一座港口，一个8岁的小男孩穿着自己打造的超级英雄的装扮，并自称是贯彻正义的英雄 Z， 动手教训了这几个欺负小女孩的街溜子。这个被小泽法保护的小女孩在一旁甜甜的笑着，怀揣着一个英雄梦和正义信念的泽法，14岁便早早进入了海军学校。同期的新兵蛋子还有卡普、战国、阿赫。18岁的泽法首次参加残酷的实战，冒着枪林弹雨勇往直前。28岁升为下士，并熟练掌握六式，渐渐开始崭露头角。34岁因为强大的武装色霸气，被人称之为黑腕泽法。38岁这一年堪称是泽法人生巅峰的一年，因为出众的实力被升为大将。也是这一年，泽法结婚了，而泽法的老婆看样子极有可能是当年他在军港保护的那个小女孩。第2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儿子渐渐长大，在泽法的影响下也穿起了海军制服。泽法或许幻想过自己儿子未来能继承自己的衣钵，成为一名优秀的海军。这个时候的泽法家庭美满，事业有成。或许泽法明白，在这个乱世，这种幸福是一种奢求。即便身为海军，泽法的仁慈也让他贯彻不杀的原则。尤其是海贼说出自己还有家人，泽法便会留他性命。只是这个时代容不得他的仁慈。当时这片大海上并不安分，洛克斯海贼团解散后，白胡子、罗杰、金狮子逐渐进入鼎盛时期，众多海贼势力也渐渐崛起。泽法的仁慈在一些穷凶极恶的海贼眼里却是一种纵容。42岁那年，泽法的家人被他曾经放走的海贼夺去性命，泽法的余生从此被悄然改变。对海贼无比憎恨的泽法得知，那些被逮捕的海贼只能关进推进城，仅此而已。万念俱灰的泽法提出辞职，但被挽留。对海军还抱有希望的泽法转入后方，当起了海军教官。因为出色的执教能力，为海军培养了大批后起之秀，其中包括后来的3大将和一大批中将。65岁的泽法带领了实习船，在海上被一个强大的海贼袭击，除了学生艾因和宾兹，其他学生全部被杀害，而自己的手臂也遭到了重创。如果说当年他没能留在家里保护家人，那这一次是他凭一人血肉之躯难以守护众多学生，眼睁睁看着学生丧命，这种绝望痛彻心扉。坚韧的意志没有击垮他，装上海螺石机械臂，组成游击队继续对付海贼。1年前73岁的泽法得知当年杀他学生砍他手臂的海贼居然被世界政府招为七武海，他最后一点耐心和对海军的信任彻底灰飞烟灭了，毅然决然退出海军，
组建 Neo 海军，立志要消灭所有的海贼。因此，泽法想要用爆炸岩触发新世界的岩浆储存库，从而彻底毁掉新世界以及 One Piece。从不杀的大将到想要毁灭世界的疯子，只有他自己承受且明白这份痛苦。就算是拿了3份工资的黄猿，一开始也是挡不住泽法的复仇的决心。直到泽法遇到了路飞这帮非主流海贼团。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只为梦想和自由的海贼吗？被复仇之心改变人生的泽法，其实内心还是善良且温柔的。他和路飞的一战，是2个男人为自己坚守的信念而战。随后，泽法让路飞和学生们离开这里。作为真男人，他要勇敢地面对这一切。黄猿罕见地用不描边的8尺琼勾玉送老师上路。在青雉释放的冰墙里，泽法走完了他悲壮的一生。他的这一生是传奇，是悲剧，却也壮烈。在他的这群学生里，赤犬下的令，黄猿动的手，青雉安的坟，一群中将看的戏，泽法的一帮好学生。水火不容的正义，青雉与赤犬。原海军3大将中，赤犬和青雉2人早已积怨已久，直至后来约架 PK。除了黄绿 CP， 自古红蓝也出 CP。只不过这对红蓝配不太相爱，但却相残。小时候的赤犬、青雉都是饱受生活摧残的少年，一个头戴正义小帽，手持一把匕首，似乎和海贼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彻底的正义观从小就在他心中生根发芽。而青雉则是背着行囊，手拿一瓶酒，生活的不如意让他早已习惯了四海为家。后来2人先后加入海军，2人同为泽法的学生，赤犬是第1期，青雉是第3期。那年青雉年仅19岁。22岁的青雉随卡普出征，小迷弟青雉兴冲冲地跑到卡普身边，用太帅了来形容卡普再次拒绝升任大将的做法。几个人很轻松地攀谈着，而前面戴2层帽子、沉默寡言的人便是赤犬了。29岁参与奥哈拉事件的青雉早已挂上了中将的军衔，与学长赤犬平起平坐，可以说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童年的挫折并没有让青雉变得极端，那时的他还是贯彻燃烧的正义，想做到张弛有度，但能把控局面。可一同前来的赤犬为了将奥哈拉的学者斩草除根，宁可错杀100，绝不放过一个，下令炮轰了避难船。青雉对此极度诧异和不满。在海军阵营里，因为同僚或者世界政府的做法而改变自己观念甚至立场的事情，这肯定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后来他们的老师泽法就是因为世界政府招安了杀他学生、砍他手臂的海贼，做了七武海，而愤然离开海军，自立门户。奥哈拉之后，青雉渐渐从燃烧的正义变成了懒散的正义。虽然后来和赤犬一样成了大将，但骑自行车瞎逛，随时随地睡觉，打架放水，战后隐瞒，经常就是有事找青雉，找不到人，一打听是去海上骑自行车了。那边的赤犬呢，就一直贯彻彻底的正义，因为在海军本部有从大将里提拔元帅的传统，赤犬一早就有当海军王的梦想，所以在晋级赛期间也是全力以赴，一直在暗处跟赤犬较量的青雉不屑地看向一侧。3大将中唯一一个不翘2郎腿的，赤犬默默地拿小本本记下了。之后青雉鸡毛蒜皮的事抢着上去干。有一次，眼看赤犬就要跟路飞对上线了，青雉二话不说拦住赤犬，先赤犬一步把路飞给放倒在地。然后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青雉就好像被香波地那会儿的黄猿附体了一样，手里握着冰矛，动动手就能把路飞给了结了，但是就是迟迟不下手。千辛万苦成功等到了小马，青雉被踢进废墟里，直接掉线了，赤犬就成了唯一一个打到头破血流还没人上去帮忙的大将。顶上排位5黑，一个赤犬4个演员，居然还赢了。满脸是血的赤犬眼睁睁地看着在2个大将的2个大招之下，6只大吉的路飞甚平罗。想说些什么吧，千言万语，但真的无话可说。因为元帅这事儿，赤犬青雉光明正大的约架，一打就是10天，硬是把一座岛打成了冰火2重天。以青雉断腿，赤犬受伤结束。在新世界，2人也都有了新的定位和目标。辞职的青雉与黑胡子合作，赤犬如愿当上了元帅。当上元帅的赤犬日子也没有那么好过，被五老星喷，被藤虎喷，甚至被战国冷嘲热讽，被陆琪指指点点。虽然他心中彻底的正义观让他不会惧怕这些，不过不得不说，这元帅当得比大将还憋屈。青雉离开海军显然就无比自在了，平日里不仅骑自行车，身边还有一只叫骆驼的企鹅。这个企鹅和他一样也特爱睡觉。青雉还是那个柔声细语，经常爱忘事儿，自带冷幽默的男人。赤犬和青雉都是坚守着自己心中的正义，毫不妥协，只是他俩有缘无分，水火不能相容。至于谁的正义更有魅力，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